夜半风凉，还是回去歇息吧。当初我以为天下莫能敌，裴县老矣，崔友接受牵制。如今看起来，真是一招不慎。崔乙既夺东都，定会与李逆起纷争。若是杀了梁王为帝，便会与李逆结成生死大仇。哼！如果他们联手对付我，那我们就决一死战，杀个痛快。我就说，信王率军守城，他绝对守不住。唉，幸好我们跑得快，要不然等伯父攻下洛阳城，到时候就难以分说了。伯父现在是死了亲生儿子，肯定怒火冲天，暂时顾不到我。不过这么一来，到时候也只有我能继承崔家的家业，毕竟亲伯侄嘛。万一大将军知道崔公子遇袭的事根，那怎么可能呢？这人马都是乔装改扮过的，他就算往下查，那只能是查出来是李俊的人马。如若不然，他怎么可能这么怒气冲冲的就攻下洛阳城呢？若是大将军拷问信王，只怕信王他……就算他盘问出来了，啊，就算他李俊和盘托出，那也是信口开河、胡说八道。你想一想，李俊不单单是设计害死了他的亲生儿子，又挑拨离间我们伯侄关系，伯父能信他？你跟了我这么久，能不能长点脑子？是，那咱们先找个地方藏匿起来，再看看风向。唉，也只能如此了。三郎，还没有了，吃，饭桶。小伟，齐王派人送信来了，还送了好吃的。给，大战在即，呼吁你深爱此物，特寄之疗以解闷。常言嚼之如碎玲珑，取势若破竹，碾压敌军之口采，望君顺遂，旗开得胜。入京后，愿同去殿中，具案大嚼干果及果脯，又侧翼后翼，皆托付于君。替我再三拜赏崔大将军。小伟，秦王信上说什么啦？说祝我们旗开得胜。送这些来，就为了巴巴送个好口彩啊？是，特意麻烦耳朵跑了一趟，就为了送上这么一个干果的好彩头。他送干果来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哼，干果还没吃几颗，嘴这么硬啊！少威，快吃吧。赵二哥，你怎么了？我可忍不住了，石七郎！崔家军卖了潼关，害死了咱们镇西军那么多兄弟，咱们怎么可以又跟他们结盟，一起去攻西长津呢？万一他们又把我们卖了怎么办？就是啊，你说他们万一从后边反了，直接把咱们包围了。我见过崔乙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他儿子这样做，他爹为什么不能？若崔乙是这样的人，他就不会放我出洛阳城。更不会让我带着我父皇回大营了。石七郎，那咱们真的还能相信崔家军吗？镇西军把侧翼和后翼都交给我们了。因为咱们崔家军的兵力更强一些，所以他们把侧翼和后翼全交给咱们了。这个李逆果然胆大包天，他竟不怕我抄了他的后路，把他毒死在西长京城下。阿爹会这么做吗？我相信。那石七郎信，我就信。
我也信，我相信你，石七郎。那我也相信石七郎。赵二哥，你相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。谢谢你们相信我。等收复了西长京，我就带大家烤黄羊吃。烤羊就算了，得有酒啊！对，有酒。来，干！来，干！要不是碍着你的面子，这回我早就把他给收拾了。阿爹，你才不会呢。不过，就算我们崔家军和镇西军加起来，比孙敬的守城兵马多，但自古以来，守易攻难。李逆虽然是个混小子，但不像莽撞之人。他是不是在城里还另有布置？阿爹瞧出来了。其实早在前些时日，李逆就已经派人在城中暗中散布谣言，煽动百姓去哄抢粮食。此时城中人心惶惶，一旦攻城，城中街坊必定会先乱起来。而且我还猜他八成安排了放火，或是去太仓抢掠粮食。一旦城中乱了，太仓无粮，那守城的军士必会挨饿，这样攻起城自然会容易很多。是吗？怎么，阿爹认为这样布置不妥吗？李逆看着少年老成，他八成还有一招布置，而且这一招布置必是绝杀。光是烧掠太仓，搅乱城中民心，似乎还不算绝杀。其实我也猜测，他肯定还有招绝杀，但这一招到底布置的是什么，我目前还真猜测不出来。我倒是有点明白，你为什么瞧得上那小子了。阿爹，人家在跟你说正经事儿。哎，我在他这个岁数的时候，也没有他胆大缜密啊。虽然当时在瀛州和接硕大大小小打了几十仗，他怎么能跟阿爹比呢？他只不过是运气好一些吧。出身帝王之家，不骄矜，从牢郎关至此一路征战，负半壁江山，得万军拥护。其实运气好就可以一言代之的。阿爹这么夸他，我倒觉得他配不上我阿爹的另眼相看。哎，既然他得到我女儿另眼相看，他自然也值得我另眼相看。那阿爹以后不挠他了吧？我只是说，打仗看着还行，想娶我女儿，做梦。又懒。秦王要攻城了。不是说平凉大将军崔乙夺了东都？这正是秦王的过人之处。他不仅大大方方的把东都让给了崔乙，还说服了崔家军跟自己一起联手攻打西长京。父亲，您说秦王会成功吗？明面上呢，他是要和崔家军攻打西长京，可是暗地里一定另有一番布置。我就不知道这布置是从何而起，又如何呼应了。相爷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秦王攻城了，好些乱民直奔太仓去了。那些乱民把太仓给抢了，太仓的守卫拦也拦不住啊。后来不知怎的，太仓就起火了，太仓又烧又抢的，只怕现在也剩不下什么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，命人严守门户。是。我娘，你可明白了？原来布置在这儿。对，先是散播城中无粮的消息，造成民心恐慌，然后再煽动这些乱民，把太仓给烧了、抢了。这下城中是真的无粮了，连守城的士兵都要饿着肚子，肯定没有心思守城了。正是，如今梁王早已登基称帝，
孙敬素来残暴，城中又如此情形，这西长京啊，是守不住了。城中乱民强掠太仓，只怕李逆就要攻城了。阿进，我不想让你再去打仗。我们走吧。自从我们重逢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想，这日子过得真快啊！一会儿，半辈子就过去了。要不，我也出家，陪你去守城吧。少华，你好好待着，等我战退了李密之后，回来陪你一块儿饮酒。我等着你回来。等我回来。给我杀！
这里，还有这里，严加防守。报，大都督，镇西军和崔家军攻势太猛，四处架设云梯，几个城门都有工程锤重击，我军将士疲惫不堪，死伤惨重啊！令禁军后营上城墙，严守城门，一步都不许退。退者军法处置。是。那些乱民竟与士兵动起手来，有的还将守城用的火药，请大都督示下。城中乱民一个不留，统统都杀了。是。大都督，目前城中已乱，情势危急，大都督不如提前退走，到潼关再做计较啊。只要守住这几日，我们征拜于的大军就会回来了，自然会将镇西军和崔家军包抄围剿。大都督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不要再说了，灭所有兵士。大都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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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都督。锦娘，既然我已经与李逆暗中商量好里应外合，那我们必须要在宫内也给孙敬致命一击。娘娘，你醒醒，来人！哎呀！父皇莫急，儿臣准备了快马，如果战事不利的话，儿臣一定会护送父皇南撤的。只要进入江南岸有长江天险的话，那定会安然无虞的呀。父皇，万一战事不利，儿臣愿意留下来，率后队抵挡敌军。倒是还请大哥获得父皇先行一步。二弟你果然是忠勇可嘉，大哥是父皇长子，将来这天下大事和父皇都要倚仗大哥呀。
我若是能留下来抵挡住敌军，获得父皇和大哥周全，就算是死也值得。哎呀，莱儿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呀！哎，二弟呀，二弟你不能，陛下，陛下，启禀陛下，前线来消息了。快说，秦王破西长京了！恭喜陛下，秦王大破孙贼，已经领军攻入西长京。什么？恭贺父皇！父皇吩咐7天必有天下，秦王才可以收复西长京啊！恭贺父皇！父皇重用秦王，秦王才能收复西长京，此乃父皇明鉴千里，是天下之福啊！好，很好。哎呀，吴国师说的没错，朕就是真龙天命，只有朕登基为帝，才能够拯救天下苍生。恭贺父皇！那年我16岁，按照惯例入宫拜别先帝，启程去劳兰关。那时我犯了错，先帝十分生气，不愿赐剑，便命人传话给我，让我安分守己，不要再给李氏子弟抹黑。殿下现在已经收复西长京，也可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了。追孙敬的人如何？经过几次短兵相接，还是没能拦住他们。孙敬的亲信副将誓死护卫，看来孙敬现在应该还是昏迷不醒。他们且战且退，已经连夜推到潼关了。崔大将军，这破城之后，崔大将军便率队入宫，在建元殿前下马，后云霄台。他说了一句“一行阑珊”，不过如此，便率队出宫，前往了城外崔家军的大营。不过如此，我也想如他一般，破城杀敌，到最后再来一句“不过如此”，拂袖而去。这才是真正的大将风范。殿下，您与他还是不同的。可此时的我，十分羡慕他。殿下出劳兰关，率兵秦王平定天下，现在已经收复西长京，所以从此之后，已不与世人相同，也不能再说羡慕他人了。是啊，多无趣啊！阿莹呢？他跟崔大将军一起出城了吗？哇，原来这就是皇宫啊！哎，小伟，这里好像除了楼高一点、屋子大一点以外，也没有什么不同嘛。你看，咱们现在待的地方叫做玉辉楼，往前那边是建元殿、乾政殿、景德殿。那些都是前朝皇帝理政的地方。那个高墙后面就是东宫，以这个玉辉楼为界，再往后就是后宫了。哇，这么大一片屋子，得住多少人啊？皇帝有10几个儿子，100来个孙子，人丁兴旺。宫里住不下，就等这些诸王成婚之后，给他们分府
住到宫外去。只可惜，孙敬谋反，把这李氏子弟几乎都屠戮殆尽了。哎，秦王来了。阿莹，有一件事，我想要拜托你。什么事？县太子妃萧氏，她忍辱负重，为了给孙敬下毒，自己也身中剧毒。如今她性命垂危，我想要请桃子给她医治，因男女有大方，请你代为照顾。原来是他给孙敬下的毒。你放心，如此大义之人，我定不负你所托。就是这盒口汁，娘娘说，若在饮食中下毒，只怕会引得孙敬察觉，所以才下在口汁之中。娘娘还说，这毒药啊，有一股甜香，也只有口汁的花香，才能掩盖住它的气味，而且只有一次机会。终于等到攻城之日，他立刻将毒药涂在了自己唇上，全然不顾这毒也会侵入他的心脉。娘娘，真是冲着佟归于进去的。儿臣见过父皇。免礼免礼，谢父皇。秦王遣了兵马出城来迎接。朕作为天子，要摆了大驾，回西长京，接受百官的朝贺。父皇，儿臣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说。如今秦王已经收复了西长京，立下了不世之功，不知父皇打算如何犒赏秦王？他可是朕的儿子。再说了，为君父分忧，这不就是他的本分吗？还有什么犒赏啊？父皇已经封三弟为秦王了，这众亲王之中，唯以秦王的封号是最为贵重的。若是再犒赏的话，也只有封三弟为太子了。你说册他为太子，立嫡立长都轮不到他，你就说说为什么要册他为太子？若父皇眼下无立三弟为太子之意，他又刚好立下了大功，没有犒赏，只怕这别有用心之人会挑唆三军，到时要闹出什么哗变，那就不妥了。哗变？这是父皇莫慌，父皇回宫之后可以打开宫中内堂，据说这孙贼走得匆忙，宫中内堂中的贵重财物都没有带走。内堂？是啊，父皇，父皇不妨打开宫中内堂，赏赐给收复西长京的将士们，将士们自会感激陛下的圣恩，就算有人煽动，也不会跟着闹事。还是俊儿来儿的法子好啊！朕回到西长京，就把宫中的内堂打开，犒赏三军。陛下功参天地，泽披万世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功参天地，泽披万世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娘娘，
醒了，娘娘，你醒了。醒了就好，醒了就说明毒性稍减了。外面是什么声音啊？娘娘，您都昏睡了好多天了。亲王殿下率镇西军收复西长京，迎陛下回宫。今日啊，陛下受百官朝贺，外面的声音正是三军的谢恩之声。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娘娘放心，我们赢了，赢了。这两位姑娘是？娘娘，这是崔家军中的何校尉，受秦王所托，特来照顾娘娘的。多亏何校尉带来桃子姑娘，每日精心配药，才终于解了娘娘的毒。多谢何校尉。娘娘大义，救了天下人，何某应该替天下人谢谢娘娘才是，又怎担得娘娘一个谢字？这寝殿不错，就是这个帐幔有点旧，都换新的。是。嗯。嗯。儿臣见过陛下。免礼免礼。哎，秦王你来的正好，这次收复西长京，你立下很大的功劳。说说看，想要什么赏赐？是金银，还是要封地啊？陛下，儿臣什么赏赐都不要。嗯，儿臣想请旨，待儿臣派人寻回太孙后，还请陛下应允迎回太孙。太孙，孙敬谋乱之时，弑杀先帝、先太子，幸得云长将军韩畅护卫太孙逃走。陛下，太孙乃先帝嫡传之血脉，请陛下应允迎回太孙，并令其为储君。哎呀，这么大的事，朕还要考虑考虑。陛下，先帝崩，先太子殉国，太孙继位，是名正言顺之事。朕都已经说过了，要好好考虑一下。嗯，你先回去吧。这一阵子你也挺忙的，先回去好好歇歇。没什么事，先不要进宫。是。娘娘，你还是再用一些吧。锦娘，孙敬还活着吗？是。按理说，我应该忧愁。因为大患终究未除，可是想到当初他浑身是血冲到宫里，握住我手的那一刻，
我心里在想什么？我是先太子妃，娘娘。我在东宫的那段日子里，我活着，但只是一具躯壳。唯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会感觉我是真正的一个人。可我是先太子妃，我本不该心悦于他。娘娘，我知道，我不会再说了，不会再有人知道我与他之间的过往，再也不会有人知道此刻的我还是爱慕于他。我与孙静须臾为一，我名节已失，死不足惜。娘娘，您切不可这么说呀！不行，我现在是不会死的。我还要确保太孙平安归来，我要看着他长大成人，到时候我才有颜面到地下去见先太子。娘娘，不要！你还舍得来看我呀？我以为崔大小姐早就把我抛出脑后了。秦王殿下为何如此健忘？明明是秦王殿下让我去照顾萧妃娘娘。萧妃娘娘今日的身子终于好多了，吃了半碗粥也能说话了。我这才有空出宫来看你。我一出宫就来看你，都没有去见我阿爹，你还不领情？那我走了，我要出城去见我阿爹了。哎，说笑的嘛。这样子，你陪我一会儿。待会儿我陪你一起出城去拜见崔大将军，好吗？你就不怕我阿爹再把你捆起来，塞到箱子里去？那你还是会救我的呀。那可不一定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？不然为什么一个人躺在这儿？没有，发闷看了一本书，闲的都快要睡着了。我听说陛下开了宫中内堂。散尽钱帛，犒赏三军。按理说，你立了这么大功，你这秦王府应该是车水马龙的，怎么如此静悄悄？我又不喜欢那些文官。再说了，我是秦王，我又领着镇西军，结交文臣多有不便；结交武将呢，那更是瓜田李下了。所以我就想闭门谢客。这些文武百官也知道我的性子，可不敢上门来聒噪。旁人倒也罢了，难道不应该去拜见一下故乡吗？前日在朝上，故乡官复原职，陛下还要赐他一个爵位。
但故相跪谢立辞了，真是风骨过人。之前收复西长京，他也帮了不少忙。所以那日下朝之后，我便去了故相府拜谢了故相。光是拜见致谢就完了？那他连陛下的赏赐都不要，那我还能怎么办？既然都去了顾府，就没有见见顾婉娘吗？我去见顾婉娘做什么？你见她做什么，我可管不着。哎呀，你吃醋了？我没有。你就是吃醋了。我才没有。我要出城了，见我阿爹去。我陪你，免得你不放心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别吃醋了啊！两位客官，瞧瞧，选点什么？咱们店里的果仁啊，那是饱满香脆，唇齿留香，客官一定满意。这里每一样都给我来一份。客官，您稍后。你当日在信中说，待入京之后一定要一起来这家干果店。今天算是如约而至了。这一次买了这么多，够你吃一些时日了。怎么听起来有点不情不愿的？倒也不是不情愿，只是一想起来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17郎突然做小儿女之态，还让人挺惊讶的。本来呢想少买一点，这样你每次吃完了就会想起我。但是我后来想想，还是多买一点吧，这样你吃的时候就会想起我，更好。谁吃干果的时候会想起你啊？我呀，我吃的时候就会想起你。毕竟，你喜欢的，我也会喜欢。客官，您的干果好了，谢谢。走，走吧。娘娘看起来好多了，走路也稳了许多。桃子姑娘说，只要加以调养，日后便再无大碍了。何校尉到。娘娘，娘娘今日觉得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快过来坐。谢娘娘。看娘娘的气色是好了很多。桃子跟我说，娘娘的毒解过之后，身子会十分虚弱，需要用一些血参补一补才好。我告诉了秦王，秦王便挑选了一些上好的血参，让我带进宫来送给娘娘。替我多谢秦王。娘娘客气了。前些时日，听姑娘说，你是崔家军中之人。受秦王所托，一直在宫中照应我。真是辛苦姑娘了。没有，娘娘您客气，说是照应，不过都是锦娘还有宫女们在张罗，我也就是过来陪着娘娘说会儿话而已。姑娘，是秦王的心上人吧？我虽从未见过秦王，但在我处境最难之时，与他通过密信，他的为人之道，从种种细节能窥见一二。我知道他府中并无女眷，你一定是他的心上人。他才放心将我托付于你。娘娘真是敏慧过人。我是一个失节无益之人，
唯有一死，才能了断此生。当初秦王答应过我，一定会帮我寻回太孙。我知道秦王也是一个信守承诺之人。我的身份是先太子妃，如今在宫中处境尴尬，十分不妥。我想离开宫里，去一个僻静之处，找一处安身之地，也请姑娘转告秦王，成全我。娘娘放心，秦王必定会答应安排。你真的姓何吗？疏朗得当，原来世花你也颇具天分呐。秦王前日来了，我本来打算命你出去与他相见，可是后来一想，还是算了，此事不宜，以后多的是机会啊。是。陛下回京之后犒赏三军，可是唯独对秦王没有任何的赏赐。我想，陛下身边一定是出现了小人，八成是听信了谗言。世间事无碍如此，功高震主，赏无可赏。大概这也是陛下的为难之处吧。确实啊。秦王呢，已是众王爵之中最为尊贵的了。可是，秦王他收复两京，光复我大禹王朝，立下如此泼天大功，一点赏赐都没有，实在是说不过去啊。父亲是觉得，陛下正值春秋鼎盛，此时还无意册立太子，不然的话，要册是必册秦王。可是信王居长，齐王自有得陛下私宠。自陛下登基以来，还未册封皇后，皇后所出才是嫡子。微服打算明日上书，恳请陛下追封秦王生母。秦王立下如此大功，其生母就该被追封为皇后啊。听说秦王生母出身卑微，嗨，管他出身卑微不卑微，能够生下秦王这般出色的儿子，那生母还不该被追封为皇后吗？朕意已决，信王齐王的生母董氏追封为昭成皇后，秦王的生母刘氏追封为昭仪。陛下，臣以为不妥。臣复议裴大将军，追封一是陛下恩典，二是为了礼序人伦。秦王自劳兰关起兵之后，平定宇内，收复两都，如此功绩，生母若只为昭仪，恐怕难以彰显陛下临诏万方之恩典。陛下，臣以为刘氏待遇秦王，理应追封为后。臣复议，末将复议。臣复议。你们一个个的，口口声声说秦王立下大功，收复两都，东都呢？陛下息怒了，都是儿臣无能。你闭嘴！刘氏出身卑贱，难道就因为她是秦王的生母，就必须追封为皇后吗？
下，既然生母出身卑贱，惹陛下不喜，臣自请褫去王爵，去劳兰关署辩。你，陛下请息怒，秦王生为人子，感恩生母诞育之恩乃人之常情，请陛下恕秦王。滚！你给我滚！朕不要再看到你这个逆子！滚！目无君父！目无君父！陛下口谕：兹秦王出言不逊，藐视君父，咆哮廷议，特旨申斥，免去秦王行军大总管一职，令在秦王府中闭门思过，不奉谕，不得出府门半步，不得参与军事，不得妄议朝政。钦此。臣李逆，谢陛下恩典。我年幼的时候呢，奶娘哄我说，我要有什么心愿，就折一个竹蜻蜓。等它落地的时候，那我的愿望就实现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我特别想见到我阿娘，别人都有阿娘，就我没有。于是我便折了好多只竹蜻蜓，翻到墙上一只一只的往下放，直到全部放完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奶娘是哄我的。这一个心愿，无论折多少竹蜻蜓，都无法实现。当汪洋已不再浩瀚，你还会记得吗？放开我！你上次你娘是最卑贱的婢女，你一生下来就把她给克死了。还会记得吗？还思念着哎呦，好了啊！哎呀，你说，为什么抢你兄长的东西？我没有抢他的东西，是他抢我的竹蜻蜓，还骂我。他骂你什么了？啊？啊？你倒是说呀！他到底骂你什么了？说不出来了吧？你这孩子居然敢撒谎！我没有。你还顶嘴！我没有。你就是撒谎！没有。你还顶嘴！我没有撒谎。撒谎！没有。你再给我顶嘴！我没有撒谎。撒谎！就是撒谎！撒谎！没有。撒谎！我没有。撒谎！也许你会时而想起。小的时候，你就救过我的性命，后来又来到家中。无论我做什么事情，
你都默默地支持我。当我犯了错，也是你来帮我承担。你用着我的年纪，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危险，到最后也是为了救我而死。你做了10几年我的儿子，直到今天，为你立了这座衣冠冢，才能将你的真名示人。但在阿爹心里，你一直如同我亲生儿子一般。凤儿，阿爹定然会替你报仇。从今日起，你只是你，不再是翠莲，你就是刘成风。但是你永远是阿爹的儿子，你也永远是我的兄长。从未想过，你我主仆2人可以活着离开皇宫。您看，亲王殿下替娘娘安排的住处多有景啊！再说了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您还得接回太孙呢，将来您的福寿还绵长着呢。17郎吃肉。来，拿酒，老三，老来喝水18碗。干了！老来喝水18碗，第一碗就是那夜松菜18。哎，小裴将军，给你们的小裴将军上一份羊肉。好嘞，尝尝这羊排。来，给小裴将军肉，尝尝我们的羊排。吃这块。来，小裴将军，这肉好。来，我们接着喝，继续。17郎，现在都这种局面了，你还有心情在这喝酒、烤肉、唱曲儿呢？哎，先来一杯。没有啊？来一杯。你知不知道，孙敬派往百越的大军？尝尝这羊肉好不好吃？看这次烤的怎么样？走。外面有西王的耳目，有话想说一下。这些天我一直在等你。此时孙敬在潼关虽然中毒昏迷，但他早晚会醒过来。
他派往百越的大军已经在返程的路上。若大军跟孙敬在潼关会合，那就麻烦了。石七郎，那你的意思呢？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，最好的法子就是想办法让裴大将军派你去常州。这里是常州，这里是海水，由南至北，这里就是截杀征百越大军最佳的地方。放心，这件事情我和父亲肯定会办妥的。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了。嗨，你的事儿我赴汤蹈火都会去办。赴汤蹈火倒不用，就是你可得帮我这个忙。放心。秦王殿下可有什么口信送来？那就有劳信使了。何校尉不打算看一眼吗？原来是小裴将军亲自替秦王殿下送信来了。这封信呢，麻烦你交给何校尉。哦不，你也知道，现在是崔小姐，她就在洛阳城外崔家军大营里。石七郎，你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和崔家谈呢，还是说已经找到了收回东都的方法？都不是，是私事。哎，你这偌大一个秦王府，虽然说陛下用羽林军围了个水泄不通，但我就不相信了，你找不到人给你送信啊？耳朵呢？你有所不知，现在羽林军奉旨，每天要给府里一干人等点卯，耳朵身手再好，一日之内来回也来不及啊。石七郎，我和你说了，崔家谁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？这么快就变卦了？还有这盒刚买来的点心，你送过去，他爱吃。快点。石七郎现在已经被软禁在府中，但他却只惦记着给你写信。你真的不打算看一眼信吗？小裴将军放心，就算天下的坏人都死绝了，你们家秦王也不会有事的。殿下不顾风险，数次救你性命，你完全没有放在心上。看来，你果然就是铁石心肠。秦王立此大功，若是现在仍旧在朝中，陛下有何可赏？若是陛下赏无可赏，那秦王的2位兄长，还有朝中大臣，是否会记得？秦王负气被禁足，表面上看兵权尽失，可实际上，他真的失去镇西军了吗？小裴将军也是领兵打仗之人，何时该冲锋，何时该扎营休整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夜深了，小裴将军也不方便在我崔家军久留，我就不送了。告辞。送信来的人不是耳朵，有人现在很失落吧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大晚上肚子饿了吧？快吃口刚送来的点心，垫一垫。还是你最好，我真的有点饿了。快吃吧。小伟，这个点心不甜不腻，真的很好吃。那个信，你真的不看啊？要不然你看看。啊，这怎么是张白纸啊？
小伟，你早就猜到了是不是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李逆让裴元来送信，就说明他虽然被软禁，但依然有可用之人，而且镇西军也仍旧听命于他。别的事情都不重要，干嘛要多费笔墨呢？哎呀，你们这两个聪明人，总这样一来一往的，累不累啊？是啊，比不上有些人，只要哨子一吹，那个耳朵啊就巴巴的赶紧跑来了。你觉得这样真的能劝动秦王吗？秦王其人，外刚内柔。旁人见他征战四方，沙场拼杀，其实他的内心再柔软、再良善不过。只要话说得巧，就一定可以劝动他的。陛下责令秦王闭门思过，相爷不是说好多人上了奏书，说秦王的坏话吗？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正因为秦王这次立了大功，所以反而被旁人忌惮。如今陛下正在气头上，如果秦王不肯低头认错，只怕父子间会生了嫌隙，大大有碍秦王的前途。见过秦王殿下。顾小姐，本该要去府上拜望故乡，但如今我出门不便，还请顾小姐回府之后替我转达致意。殿下客气了。其实今日前来，并非父亲吩咐，而是婉娘自作主张。婉娘有一样东西想要送给殿下。顾小姐客气了，府中诸物不缺，不该收顾小姐的礼。此为婉娘亲手所绣，婉娘访遍京中故人，幸得有数人曾见过秦王殿下的生母刘娘娘的音容相貌，我就按照他们描述的绣了这幅刘娘娘的画像。绣好之后，我给认识刘娘娘的人看了，他们都说很像呢。殿下，我们小姐寻了好久，好容易找到几位曾经见过刘娘娘的人，又问了他们好久，问得可仔细了，再起了草稿，白天黑夜的埋头绣啊绣的，熬得眼睛都红了，终于将这幅绣像赶出来了。殿下，身为人子，不能承欢生母膝下，自然心中难过。可刘娘娘在天上有灵，得知殿下如今英才出众，肯定十分欣慰。多谢顾小姐，这幅绣像我就收下了。殿下是通达聪颖之人，自然也知道刘娘娘不会愿意殿下为了她的名分和陛下生分了。殿下，你看，这幅绣像我用了金线和银线，想着殿下若是将刘娘娘的绣像挂起来祭奠，也不会因为香火熏染而褪色。顾小姐想得太周到了，李逆感激不尽。殿下客气了。婉娘知道殿下不便待客，就先告辞了。小姐，你不是说要劝秦王跟陛下认错的吗？怎么后来又不说了，还这么快就告辞走了？原是我想错了。秦王将追封生母一事看得慎重。刚才我观秦王神色，如果我继续劝他，
反倒惹他不快了。再说，他收下了刘娘娘的绣像，此后每次看到绣像，必然会对我有所感念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早早告辞了。秦王真的不想再当秦王了？那陛下还要再罚他吗？人中龙凤，必不会堕于泥沼之中。秦王这样的人物，什么小人都只能困扰他一时，绝不可能困扰他一世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别看了，没有回信，人家连你的信都没有拆。我又不是在等回信。切。不过有一句说一句啊，那个崔小姐有些话呢，确实还有些道理。她说你现在这个境况呀，那就像咱们冲锋打仗，何时该冲锋，何时呢该停下来休整，这其实你自己心里都有数。是什么呀？那是我娘的绣像，据说与她本人一般无二，我都没见过她。那这幅绣像绣得真的很好，简直是栩栩如生啊！是啊，顾小姐送来的，说她绣了很久。顾小姐送的？看来这个顾小姐对你很有心啊。失气了啊，她是不是对你有意？我与她压根儿就不是一类人，各花入各眼。我呢，还是喜欢崔小姐。那崔小姐，人连信都没看。大都督可有起色啊？医师以秘药辅以针灸解毒，说毒素已经被拔得七七八八了，这毒甚是绵长凶险。大都督，大都督，大都督，大都督。当初我答应秦王，如果他承诺保太孙平安，护太孙继位，我就想法子毒杀孙敬。为此我不惜与他共赴黄泉，可没想到居然没有毒死他，反而让他脱身去了潼关。倒是我失信了。娘娘，你已经尽力了，只是天不遂人愿罢了。秦王昨日来信，说孙敬虽战败，但威胁尚在，万事还是谨慎为上。你快写信给韩将军，让太孙暂且还是不要暴露行踪才好。是。殿下，萧妃娘娘传讯来了。母妃怎么样了？秦王哥哥收复了西长京，却一直没有母妃的消息，我还担忧母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呢？殿下放心，萧妃娘娘无碍，已经在西长京城外的青云观安顿下来了。那如今京都光复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回京了？殿下，萧妃娘娘传讯来，就是叫咱们暂且忍耐。孙敬还盘踞潼关，京都里，秦王是可信之人，信王、齐王均野心勃勃。娘娘，让我们继续小心藏匿，只怕还有各方欲对殿下您不利呀。
我知道了。信王要领镇西军去常州。是啊，今天在朝中，父亲刚说让我领兵去常州，阻击孙敬造反百越的兵马，信王就立时自荐领兵，还有几个迂腐文臣跟在后面说，我朝自建制以来都是由亲王任行军大总管，现在这个局面由信王领兵最为稳妥。这不是胡闹吗？他洛阳是怎么丢的？让他去领兵，岂不是让我们镇西军白白送死？哼，就这，还拉着齐王一起呢，说齐王智勇可以帮衬，到最后连陛下都要被说动。陛下下旨了？还没有正式下诏到中书省，但是陛下的意思现在已经很明显了，就是让信王领行军大总管，齐王任大将军，我为前锋，调镇西军全部3军前往常州。信王此番是想一石二鸟，他想待在常州以逸待劳。若是灭了孙敬的征百越大军，便可立下大功。二来，他想夺取我们镇西军的军权。父亲也是这么说的。父亲还说了，信王一直对东宫垂涎3尺，但是他寸功未立，在声望方面根本无法和17郎相比，所以他才迫不及待想去常州打一个大胜仗。孙敬遣征百越大军，用的都是沙场上的宿将，虽疲劳而返，但未必能一击必溃。信王为人轻浮自大，并不治兵；齐王有小智而无大勇，这2个人一起，不仅打不了胜仗，反倒一将无能，累死3军。来，摇！陛下，不行了，陛下，你有何事啊？陛下，秦王殿下呈上奏书，请圣阅。不是让他闭门思过的吗？这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吗？啊，还上什么奏书？不看。去！父皇，您还是看一眼吧。如果三弟他有什么逾矩的要求，您好驳斥了去。儿臣夙夜忧叹，寝不安息，恐以追封一事，见难于父皇。斯人已逝，为人子者，生世敬爱，死世哀戚，敏感于内。朝中同僚为儿臣谏言，感怀孝道，其情可悯。然先母追封为昭仪，为礼法所致，儿臣不敢逾矩，由父皇决断即可。我已经上书陛下，请追封先母为昭仪，以平朝中议论。想必就在这几日，陛下就会下诏了。殿下，还请顾小姐回府后，转托顾相，麻烦她让礼部尽快安排去皇陵祭祀先皇后的典礼。殿下之时，只有中宫嫡子身份，才能主持这个典礼。想必信王并不愿意错过以嫡子身份去主持祭祀之事。实不相瞒，我不想信王和齐王领兵去常州。明白了，定将殿下深意转告家父。父皇，三弟在奏书上都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他不想为难朕，特意请求追封他的生母为昭仪。当初三弟为了追封之事，
连秦王都不想做了，还当朝让父皇您难堪，如今怎么又突然上书认错？所以啊，必须得下旨好好申斥。你看看，叫他闭门思过几日，他想明白了。嘿嘿嘿嘿。三弟也可能就是嘴上说的好听，他心里还是在怨恨父皇。哎，既然他已经认错了，我觉得还是追封刘氏为贤妃吧。毕竟你和莱儿的母亲都追封皇后了，那些大臣们说的也有道理。我就你们3个儿子，唯独他母亲被追封为昭仪，的确有些不妥呀。三弟偏偏在这个时候上奏书，我看就是想要领兵去常州。如果他一认错，父皇您就让他领兵，这未免也太过骄纵了。这怎么能让他以后畏惧父皇您的威仪呀？放心吧，既然闭门思过有用，那就让他再闭门思过一段日子。啊！小薇，秦王都已经闭门思过这么久了，怎么突然才想起来要看他？他上书给皇帝，奏请追封生母为昭仪，但礼部成了皇帝的旨意，最终追封为贤妃。此事已成定局了。秦王已经退让，此事不是应该已经了结了吗？纷争是可以了结的，但是人的心要是受了伤，哪是能说好就好的？我得去看看他。小伟，咱们好不容易翻墙进来，可这秦王府这么大，殿下会在哪儿啊？你不是有哨子吗？快叫耳朵来带路。啊，带好。哎，桃子，何校尉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快带我们家校尉去见秦王。好，跟我来。走。拿酒来，拿酒来，放下就行，我自己来。真的不用我来倒酒吗？一人独酌，未免伤神。我陪你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秦王关在府中是否过着酒池肉林、美人在怀的日子啊。酒池肉林倒没有，美人吗？此刻的确在此。17郎，你还好吗？不怎么好。我的母亲为了生我难产而死。自从我来到这人世间，也不曾有过一日孝顺过她。她出身卑微，生前在梁王府中，就如同一根野草，无人问津，无人在意。她死后多年，连个名分都没有。那日在朝堂之上，我就心想，我哪怕拼了这秦王不走，我也要替他争一争，哪怕就只是一个虚名。可就这么一个虚名，他们都不肯给的。父皇，
从前我知道我父皇不喜欢我，他怪我克死了我母亲。我还以为他心里有那么一丝丝在意我母亲，如今我才发现，他对我母亲的死好像根本毫不在意。他嫌弃他出身卑贱，对他如同婢女。你说，我母亲为了生我而过世，是不是很不值得？我娘为了生我，也吃了不少苦。据说当年她喝过的药渣，都能堆起一座小山。但我娘在世的时候，经常说，她觉得这辈子最值得的事情，就是把我生下来。十七郎，什么恶月生恶子，这都是糊涂人才说出的混账话。你娘辛辛苦苦把你带到人世间，才不想看到你现在这样自怨自艾，而是希望你可以潇洒恣意地活着。潇洒恣意，潇洒恣意。人生哪有潇洒恣意啊？我本以为收复了西长京，就可以功成身退。可你看现在，这西长京里，这皇宫里，这秦王府，殿宇重重，勾心斗角，天罗地网。我呢？我连一件小事都做不到。我连替我母亲争一个虚名，我都做不到。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。我觉得我好没用，我觉得我好没用。其实我很难过，我心里特别难过。我知道。其实，我特别羡慕崔大将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可以一直陪着你。我这不是来看你了吗？可你待会儿就要走了。好，那我答应你，过会儿不走了，今晚都不走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桃子，这么久没见到我，刚才怎么急匆匆的，撇下我一个人就跑了？因为我去给你拿这个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些都是我为你采集的药材。你看，这是黄芪，
然后还有当归，这是白芍，还有这些。这些药材有的是我在药铺买的，有的是我直接上山采完以后自己晾干的。其实我每想你一次，就会去采一次药材。每次想我就去采。那我看看，你一共想了我1、2、4、6，你一共想了我30多次。那，你以后要是想我的话，可以来看我嘛，也可以像秦王和校尉那样，给我写信啊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那桃子，你这么长时间有没有想我？那你猜猜喽。我猜，你肯定想过我。你凭什么那么笃定啊？因为如果你不想我的话，你就不会叫我去看你，也不会叫我像17郎一样去给你写信了。是吧？我就说嘛。算是。17郎，夜深了，我该走了。不许走。17郎，再画一座城池，我就放你走。殿下如想要，这天下皆是殿下的囊中之物，又何须用我去换呢？我不想要天下，我只想要你。你不想要天下，可想要这天下的人，却不会放过你。那就把这天下让给他们，什么都不要，我就只想要你。
啊，你终于醒了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都过了50了。我记得我昨晚在亭子里喝酒，然后我就喝多了。我还做了一个美梦。做了一个什么梦啊？一个特别特别幸福的美梦，就像是真的一样。你一定是梦到何校尉了。哎呀，这哪来的何校尉啊？我看你啊是得了相思病，病入膏肓了。昨天晚上明明是你自己在这儿喝闷酒，我要陪你喝，你还把我赶走了。是。小伟，吃一点。你吃吧，我没什么胃口。可不是没胃口，你一个晚上都没睡。哎，咱们要不要去前面镇子上找个客栈，打尖歇息半日再赶路？不用了，其实昨晚我也打了个盹儿。你说说你，千里迢迢、披星戴月的赶来见秦王殿下，怎么就不多留几日？只跟殿下说了那么一会儿话就够了。我只要看上他一眼，就放心了。要是被旁人发现了，又要生出很多枝节来。只是不知道，他如此伤心，如此内疚，要过多久才能释怀？反正我还是觉得，两个人还是要长长久久的在一起才好。只说那么一会儿话，哪能够啊？我看有些人是想跟他的耳朵长长久久的在一起。小魏，不过你还真别说，我才离开他那么一会儿，我真的就想他了。你呢？你想不想秦王殿下？确实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就是。十七郎，十七郎。你做什么去了？昨天桃子不是来了吗？他说他想吃干果，所以我早上就买了一些，正准备找人给他送过去呢。昨天桃子来了？对啊，他跟何校尉一起来的。哎，也不知道他现在走到哪儿了，有没有打尖吃饭？他们什么时候走的？天不亮就走了。何校尉说不好让看守的羽林卫看到，所以他们天不亮就翻墙走了。我要去见他。啊？我有好多话要跟他说。哎，十七郎，可是陛下下旨说让你闭门思过，你这样不就抗旨了吗？那又如何？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要见他。客官请坐。客官，要不要试试我们这里的新茶，清凉润口。好，再来些吃的吧。好。小伟，我们天黑前应该能赶到洛阳。哎，你们家店还挺雅致，买茶还送花啊？两位请慢用。
小伟，尝尝。好香啊！怎么还多倒一杯啊？还不出来吗？这里好挤啊！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就是想来看看你啊。昨天晚上还没看够吗？昨晚呢，醉眼朦胧没有看清楚，辛苦了，这么远跑来看我，让你奔波劳累。心甘情愿，不觉得辛苦。过些时，我也一定会去看你。殿下出此言，不怕被误会吗？还以为你要带着兵来收回洛阳呢。我阿爹可是一直想着要跟秦王殿下在战场上一决高下，难道你要给他这样的机会啊？他若派你为前锋的话，那我8成要输，到时候束手就擒，难免会有些狼狈。你要手下留情啊。殿下放心，你若是真有危难，我定会出手相助的。好，德军一诺，敏感五内。但是秦王殿下实在是太勇武了，切不要给我这样的机会哦。借你吉言。那这样你就永远欠我一个人情，还也还不清啊。我看李逆啊，这就是以退为进啊。他假惺惺的上书给父皇，说愿封自己的生母为昭仪，但父皇仁厚，不就封他的生母为贤妃了吗？这李逆呢，那是在闭门思过，那就是整天在琢磨着如何重掌镇西军兵权呢。大哥，父皇让你留下来，主持母后的祭典，也就只能让你遥领行军大总管之职，让小裴将军独自领兵去了常州。我们须得提防这条李逆对常州之事指手画脚，甚至是夺了镇西军军权呢。这个你放心，我既然是行军大总管，自然不会给他们机会的。此去常州，我只说是形势危急，我只让裴元带了3成的兵力和粮草先行，他一定会以为后续必定会有大军增援。哼，做梦去吧！裴元不是只听从李逆的驱使吗？如果此战大败，我倒要看看李逆还能不能保得了他。大都督，您刚解毒不久，还是先歇息一下吧。李逆这个人啊，行事老辣，我猜他8成是要在常州拦截我召回的征百越大军。京中传来消息，李逆被免去行军大总管之职，责令闭门思过。大概朝中会用信王、齐王为主帅，派兵南下了。一将无能，累死3军。有梁王这种昏庸无能的小人做君主，竟然软禁李逆，哼，真是自断臂膀。大都督，大都督，派去追踪太孙的人传回消息，太孙似是隐匿在西长京附近的一处村镇。传令下去，生擒太孙，其余人格杀无论。是。唉，真是时也运也，天命在此，天助我也。哈哈哈哈哈哈。裴元派人送来加急文书，说是征百越大军已经渡过了汉水，直逼常州了，催朝廷给常州补足军粮，又催着朝中派出援兵。父皇，依儿臣之见，所谓征百越大军，远道而归，疲惫不堪，而且长途奔袭路上也没有什么补给，区区几万人而已。而裴元出身武将世家，又带兵多年，不会连眼下都应付不来吧？
小裴将军既已向朝中求援，若是朝中置之不理的话，只怕裴家会心有想法。二弟，你就是妇人之人，裴家再厉害，那也是父皇的臣子。如果一味的怀柔，他要什么就给什么，那父皇的威仪何在？只是朝中只拨了30%的军粮，委实不多呀。父皇，从前李逆带兵镇西军，朝廷从来不拨粮草，镇西军一样长驱直入，从劳兰关一路杀至收复两京。如今朝廷再次派遣镇西军，已经拨足了30%的粮草。所谓增派援兵，无非就是想坐吃空饷而已。这些都是军营中不成文的规矩，父皇莫受他们的蒙蔽。你是这次的行军大总管，那以你之见，怎么回复裴元呢？依儿臣之见，朝廷必须下令，命裴元不得推诿，即刻从常州出击，一举歼灭征百越的孙部叛军。不懂还瞎来！说好派给小裴将军镇西军的大部呢，开拔的时候只给了小裴将军30%的兵力和粮草，现如今既不给粮草，也不派援军，竟然还命主动出常州迎敌，这不是让我们镇西军的将士去送死吗？交给桃子。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儿给那个何校尉写信啊？朝廷拒绝派援军支援常州，反倒要裴元出击，我又出不了京城，如今之计，唯有请崔家军帮忙支援常州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哎，石七郎，你让崔家军去解常州之围，这事儿能行吗？反正我在信里说了，就当是我困在常州了，他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你看什么？我在看这天下第一小白脸儿究竟长啥样。该求时就去求，大丈夫能屈能伸。要是能用一封信解常州之围，哎，这软饭吃的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嘿嘿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哦，睹物思人呀！唉，我觉得秦王殿下他做的不对。怎么不对啊？他心里肯定知道，校尉你一没事儿就会拿在手里摩挲玩赏，可偏偏要用稻草来做这个。那这3天2头给摸坏了怎么办？他就应该啊用木头雕刻一个才是，这样才结实。还是谢长儿想的周到，不然他怎么会想到给你做一个哨子？因为怎么弄也弄不坏呀。这么看来，这个秦王确实不够周到。校尉，校尉，怎么说曹操，曹操就到啊？石七郎急信。陛下，常州急报！如何了？小裴将军奉旨出击，苦战2日1夜后寡不敌众，被孙部叛军围堵，镇西军食不存酒，小裴将军身负重伤。那常州城呢？平凉大将军崔乙带着崔家军赶到，一举歼灭了孙部叛军。小裴将军趁机带着残存的镇西军渡河，扎营在常州100里之外。但是，崔乙带着崔家军进了常州城。什么？崔乙占了常州城？父皇，常州乃是军事要冲，不论是落到孙敬手上，还是落到崔乙手上，对我们都是大大的不利啊！父皇，裴元丢了常州城，此罪当诛啊！大哥，现在不是论罪的时候吧？常州城是被裴元弄丢的，怎么就不能追究了呢？当日，父皇拒绝了小裴将军的求援，裴宪大将军亲自入宫，分说请求父皇增派镇西军主力。但是大哥，你当时说，小裴将军是未战，有意避战，后来3道旨意送到常州，迫他出战。如今常州已失，
这个时候如果再定罪于小裴将军的话，只怕裴家会不答应吧。快想想办法！崔姨那个沙胚，上次抢了东都，这次又抢了长州，再这么下去，朕这个皇帝做的还有什么意思？还有什么脸面呢？父皇，儿臣心中倒想保荐一人，若此人能够领兵出征的话，定能收复常州。是谁？臣保荐三弟。不可，李逆正在闭门思过，怎可以带兵呢？三弟自幼能征善战，况且他与孙敬诸部和崔家军都交战过，尚无败绩。况且这满朝文武之中，只有三弟与裴家素来都十分密切。若此时让三弟领兵常州的话，也许能够打消裴家的不满，重振军心。李逆骄逸狂妄，此前种种的悖逆言行，难道就这么算了吗？那此刻还有谁能领兵出征呢？如此危境，难道要大哥亲自出征吗？大哥乃是父皇的嫡长子，就算是父皇首肯，那满朝文武也不可能让大哥以身犯险去领兵啊！哎呀，行了，还是莱儿说的有道理。去传旨，秦王反省慎笃，免其责罚，即刻率军驰援常州。是。17，报告，耳朵，怎么了？宫里来的人已经等了小半个时辰了，一再催我来问17郎到底醒了没有。不是跟他们说了吗？秦王殿下生病了，病得很重，起不来床。可是，老包你去吧，常二不会撒谎，怕他被人三言两语就说露馅儿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腰疼，哎呦，疼的都起不来了都。那要怎么样你才能好呢，豹哥？得吃那个丰阴楼的炙肉才行啊，就是太贵了，吃不起，据说得3贯钱呢。得嘞，秦王殿下，我保管把那帮内侍给打发走，绝不让他们来滋扰殿下。哎，把伞给我。哼。小伟，这就写完了？我还以为什么？我还以为你会和秦王解释一二呢。毕竟咱们不是占了长州城吗？李逆让我来救人，我就得来救人吗？我可是冲着长州城来的，否则怎么对得起咱们崔家军将士啊？再说了，他就凭着这一纸书信，就支持起我崔家军来，我难道不应该自取酬劳吗？大都督，不要外传，免得动摇军心。是，只不过这毒如此阴狠，还是要追查到底，是何人下的毒吧？不必了，只怕在大都督身边留此隐患呢。郑百岳的10万大军，一路奔劳折损，回来的就只剩下6万。没想到剩下这几万人又折损在常州。崔这个老匹夫，果然是个劲敌。大都督，崔已夺了常州，若他与朝中相争，咱们或许还有一二机会。朝中唯有李逆可以和崔乙一战，
我看这次崔邑南下八成就是李逆的主意。没想到我孙某竟然落到如此田地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坚守潼关，尽快的把太孙李玄泽抓到，才能破局。是，一连数日，这个李逆就是不肯领旨。这个逆子，他就是要生生气死朕。再拖上几日，崔家的人就要打到西长京来了。父皇，如今崔家已经占据常州，只要他们愿意，随时可以攻克儋州和泸州。情况如此危急，李逆却抗旨不遵，不以大局为重，理应重罚。罚！你就知道罚！要是把秦王罚了，你去领兵啊？你行吗？大哥，哎呀，父皇的话千万别往心里去。父皇对大哥也是爱之深，责之切呀。三弟也是，平日里素来识大体，怎么突然之间就闹起脾气来了？这你都看不出来吗？这是李逆有意而为之，他在借机让父皇迁怒于我呀。大哥，前几日我去三弟府上，本想着当一回说客，想着若是能劝动三弟的话，此事便了结了。但三弟对我也是丝毫不留情面。我劝你还是莫要再去碰钉子了，自取其辱。哎，大哥。父皇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父皇，方才儿臣心中揣测，三弟不肯领兵出征，定是心中有所求。有所求？你倒是说说看。如今常州战事紧张，如果三弟想要什么的话，父皇还是给他的好。那你替朕去问问他到底要什么。儿臣当然不能直接问，如果直接问的话，三弟一定会兜圈子，不肯明说。混账东西！我是他老子，他想干嘛我还不能问了？父皇请放心，儿臣一定全力打探，规劝三弟领兵出征。还是来儿好啊，能明白朕的心意。你那个大哥是个莽撞人，一点儿都指望不上啊。常州之畔汉水中，鱼甚肥美。周者每捕鲜鱼入城卖之，治之甚鲜。忆昔日道中戏言，不禁莞尔。欺君得来，共赏之余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石七郎，哎呀，你这一身的酒气啊！石七郎，你还真没猜错，秦王府的亲卫啊，果然找我去跟他们喝酒去了。如何？喝了3坛子好酒，哎，按你的吩咐啊，我跟他们吹了半天的牛，顺带把那句话呀加在这吹牛中给说了。就看我这个二哥有没有悟性了。哎，石七郎，你这是去哪儿？钓鱼。钓鱼？想要烤鱼，可不得先练一练钓鱼吗？哎，这地儿哪来这么多水呀？秦王殿下，小心脚下。无碍无碍。三弟，三弟，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三弟，我来看望你了，身子好些了吗？哎呀，实不相瞒，这太医啊说我虚损的厉害，让我无事就在水边静坐，以吸收天地之精华。但你也知道，父皇命我闭门思过，不得出府。于是啊，我便想了个主意。你看，我现在不也是在水边静坐吗？只不过这池子小了点，我呢就让人在这4处周围都洒上了水。三弟这法子真是两全其美啊！
我这不是想尽快的病愈吗？三弟啊，我今日此来还有一事，我已经劝说父皇将镇西军军权归还于你了。那怎么行？这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这镇西军是朝廷的兵马，怎么能说是我的兵权呢？三弟，如今这常州已经被崔乙占据了，孙敬又盘踞在潼关，西长京是岌岌可危啊！大哥行事莽撞，父皇已经责怪过他了。如今父皇在这诏书中也说了，命三弟你重领行军大总管一职，主理镇西军军务，即刻率兵驰援常州。若是三弟还是不肯消气的话，那我就只好代父皇向三弟赔罪了。哎，二哥，哎，这不是要陷我于不忠不孝吗？父皇也只是想让三弟接旨啊。若我领旨，不能克扣粮草和兵力，自然。虽然这病体难治，但是二哥如此恳切，这父皇又殷殷期盼，那我就只好勉为其难的接受吧。三弟深明大义啊！校尉，校尉，这下秦王是真的来了，来就来呗。你先前还说邀请他吃烤鱼来着，他倒好，一声不吭就领着兵冲着常州来了。带着大军来又如何？难道他就不能带兵来吃烤鱼吗？不是啊，小伟，你说咱们是不是中了他的圈套？你看，他先是写信啊，指使我们去替他给小裴将军解围，又顺便歼灭了孙敬征百越的大军。哎，可这一转眼，他自己倒是领着兵冲着常州来了。李逆要是真有本事，那就把这常州城再抢回去。来看一下，都攒这么多了，加上上次凑的，我觉得怎么着也有20两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把秦娘子和小喜儿从戏班子里赎出来了。太好了！要不说，宁为太平犬，莫为乱世人。你们说这兵荒马乱的打仗，有多少人活不下去了？就那秦娘子，卖艺几年还落得一身债，班主非得逼她做暗娼，还要把她闺女卖给老鸨。要不是遇见咱们，可不就带着闺女一块投水了吗？救人一役，咱们从明代山寨起事，投奔镇西军，跟随石七郎打仗，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想平定乱世之后，让更多穷苦的人过上好日子吗？对不对？老二说的对，二哥说的对，二哥说的对。我询问一下，再想点法子，弄点钱，救人救到底啊！这个一定要把秦娘子和喜儿安置好。好，没错，好，干了，来干！公子，听说秦王已经重领镇西军，要来收复常州了。首领，看来你的身体已经完全好了。是。我答应救了你，现在该轮到你去完成答应我的事情了。首领用了族中续命之法，救了我的性命，让我残病的身体康健如同常人一样。我还能像武士那样拉弓射箭。但我不能
把崔家军的瀛州布防图交给首领，我也不能和首领一同去攻打瀛州。你这是打算说话不算话？哼！要知道，你已经服下了续命之药。只要我不再按时给你服下续命之药，到时候你就会筋骨寸断而死。首领说过，山野上的鹰之所以盘旋，是因为他们发现了猎物。在山鹰张开翅膀之时，连野牛都会瑟瑟发抖。我熟知那些中原人的伎俩，我也知道如何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如果首领愿意相信我的话，就派一队人马跟我一起潜入中原。我一定会让首领看到救下我性命的回报。只要秦王出了西长京，我们就有机会对他下手。他在明，我在暗。如今有的是时间，慢慢的谋划。秦王已到常州附近，我们现在有机会对他下手。阿英，这一次，我无论如何都要让你回到我的身边。大将军，来，喝药了。这药我喝了10几年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良药苦口利于病，阿爹的旧伤总是在阴雨天复发，所以这药万万不可随意中断。来，快喝了，对身体好。知道，就你管着阿爹。听说皇帝让李逆领兵直奔着常州。常州易守难攻，他就算来又如何？难道阿爹还怕他不成？丑话说在前头啊，这回与秦王沙场对阵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阿爹千万不要手下留情，这个李逆年少轻狂，总要让他知道我阿爹的厉害才是。那是。您好，2位请慢走。小伟，这个唐敏家的玫瑰荔枝樱花酪真是好看，你看，像朵花一样，名字也好听。你呀，小馋猫一个，味道真好。公子，你们是何人？为何冒充公子，引我到此？别射他！校尉没事吧？
么用途？你到了常州，打算怎么办啊？真领着大军，冲过去稀里哗啦的跟崔家军决一死战？那当然不行啊！我另有计策，可以取得常州。哎，不动刀兵，就让崔家军让出常州？你说这个何校尉吧，半点亏都不肯吃。你写信让他去救小裴将军，他倒是真出兵救人了。可顺道把常州给占了，这也算得太精了吧？我说石七郎啊，你以后啊，肯定怕老婆，你算不过他。说正事行吗？这还不是正事儿？将军，飞鸽传信。哟，这鸽子怎么找到你的啊？哼，挺难训的。嘿嘿嘿嘿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哎，你说这鸽子肉是不是挺好吃的呀？嘿嘿嘿嘿，我就是一糙人，吃那个丰一楼的炙肉就行了。上次你说腰疼，我不是给过你钱了吗？哎呀，这不是临出金前略有花销吗？老爸，平时没事多攒点钱，等将来哪一天不打仗了，回家置几亩田地，娶个娘子多好。哎呀，这船到桥头自然直，真到了这个解甲归田的时候啊，当然要攒钱置几亩地啊，然后再娶个娘子。不过现在，我说石七郎啊，你觉得这个鸽子肉是不是挺好吃的呀？啊？谢了，走吧。公子，别饮酒了，夜半饮酒伤身体。也不知道阿莹的毒解没解。公子，若是当下咱们不使用这个方法，是逼不出李逆的。如果校尉怪您的话，您就说是我自作主张。不，他不会怪我的，因为阿莹马上就要嫁给我了，又怎么会怪我呢？甜汤这么快就好了吗？怎么是你？怎么不能是我啊？你都得了常州，那我不应该深夜潜入把你绑了，以换取常州啊？殿下既然要绑我，怎么还端着甜汤来啊？那不得先哄一哄你，好把你骗走啊？不然万一你这一嚷嚷，我孤身而来没把你绑走，反倒失陷在这里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哼，一碗甜汤就能把我给骗走啊？再说了，这汤又不是你炖的，明明是桃子炖的，半点诚意都没有。你就不怕我现在喊人进来，把你绑起来，再交给我们大将军？绑就绑吧，正好我也是来与崔大将军商议常州之事。你赶紧啊，把这药给喝了。我收到桃子飞鸽传讯的时候，吓了一跳，赶紧跑过来见你。肯定很苦。那我先替你尝尝。哎，你怎么随便就喝了？这是解毒的药，都是以毒攻毒，八成都是有毒性的。哎，你怎么随便就喝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你怎么不早说这药有毒啊？操！没事吧？石七郎，石七郎，哎，没事吧？石七郎，走。
怎么了？石七郎，石七郎，你醒醒！石七郎。 怎么样，不苦吧？你竟然敢戏弄我！我哪敢啊！我就帮你尝尝这药苦不苦，不苦吧？不行啊，那你再尝一尝。你快走吧，来不及了，把这里围起来！ 秦王殿下，竟敢夜入常州，擅闯我崔家军将军府。数月不见，崔大将军安好？何校尉，此人3更半夜鬼鬼祟祟潜入将军府，是要胁迫你吐露军情，伺机夺下常州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大将军。来人，将这私闯入府的奸细带走。啊，大将军，不是的，大将军。 不是的，何校尉，擅闯将军府，意图窃取军机。按照我们崔家军的军规，该如何处置？你不是不知道。这几日，你也按照军规禁足吧，免得你私自放走他。 桃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外面怎么样？秦王被大将军关进水牢了，我在外头听说了，就想去探探消息，结果被发现了。大将军就派人将我给押了回来。他还跟我说，让萧伟你还有我绝不准踏出这屋子半步，否则的话就拿我们军法从事。这个李宁还总说自己是镇西军最好的斥候，悄悄溜进来看我一下，就这样被阿爹逮了个正着。 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既然是最好的斥候，那他应该不会不给自己留后手吧？什么后手？你的哨子呢？啊，对啊，秦王要是来了，耳朵八成也来了。我这就吹哨子叫他。小伟，天都已经亮了，可耳朵都没来，齐王不会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吧？不会，谢长儿一定来了。讨厌！校尉，桃子，送早饭了。桃子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哨子都快吹破了，我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想法子来见我们的。是我来晚了，你们这里戒备森严，我好不容易才打晕了一个人进来的，对不起啊。原谅你一次。哎，石七郎呢？秦王已经被关进水牢里了，我跟校尉现在也被关起来，所以才想找你来想办法。难怪我在外面等了半夜，也没有等到他。他现在被关在水牢里面，你得帮我才能救他出去。可是我怎么帮呀？你这身衣服倒是穿得及时。
啊！哼！你说你个奸细，上头竟然还给你送早饭，要我看啊，就该饿你2天。真是比石头还硬啊！不知道我被困在这里，你担不担心我？不知道你有没有按时吃药？你说你爹那么凶，干脆等我逃出去，我就带着你私奔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是为了我才被关到牢里的，我当然要来看看你了。哎，你刚刚是不是答应我了？我答应你什么了？私奔啊！那我要是反悔了呢？这一次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放你走的。好了，既然看到你是活蹦乱跳的，那我就不担心了。你就在这牢里面好好的待着，等我阿爹消了气，自然会放你出来的。哎，你真走啊？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真走了。喂，小兵！喂，哎，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怎么看着那么眼熟？大将军的亲卫，咱们看着能不眼熟吗？啊，这么年轻就当上大将军的亲卫了？哎，真走了。怎么突然又回来了？我不拿钥匙怎么救你呀？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。咱们快点走，阿爹不让我踏出房门半步，我是实际逃出来的，估计瞒不了多久。走。这些钥匙都不在牢里，8成是被我阿爹亲自拿着的，而且有这些镣铐，咱们才好逃出去。走。你竟然敢胁迫我军中校尉助你越狱！崔大将军，我为常州之事而来，我本该堂堂正正登门拜访，但我怕领兵而来，大将军会误会，于是才孤身入府。你这是巧舌如簧！大将军，阿英一夜未眠，让他先回房休息。你要杀要审，我都遵命。放心，大将军如此英勇，绝不是擅杀之人。他不会杀我的。别给我戴高帽子！不要以为拿话捧我，我就不杀你。崔大将军不会的。去吧。你喜欢我女儿？是。大将军，李逆心仪崔小姐已久，还望大将军能够成全。你若真的喜欢阿英，我也不是不能成全你。
真的吗？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，只要不违背忠义二字，我李逆上刀山下火海，必为大将军做到。我要你放弃谋夺常州，入赘崔家，接管崔家军，我就将阿英许配给你。大将军，此事我做不到。你是担心入赘崔家，堕了你的威名？大将军何必明知而故问呢？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身为陛下的儿子，我若是入赘了崔家，那就是背弃君父。而崔家竟以皇子为赘婿，朝中上下必然会视作对陛下的羞辱，逐辱臣死。那么朝中也必定会主张征灭崔家军，届时天下又陷入延绵战火之中，是为不忠于国，不孝于父，恕李逆难以做到。拒绝的倒是爽快，那什么也不用多说了，回水牢去吧。大将军，晚辈不想回水牢，这可由不得你。大将军，阿莹身上有余毒未清，我想留下来多照顾她一些时日，待她康复，我任由大将军处置。好，你能这么想，也算是有情有义。那么大将军是答应了？但你擅闯将军府，又试图越狱，须得遵照我崔家军的军法，受一次鞭刑，我方可免你牢狱。秦王，是进水牢还是受鞭刑？这两者你自己选。晚辈自当受鞭刑。好，爽快。来人，举鞭子。是。大将军，此处离阿莹住处不远，我怕打扰她休息，还是到外头去吧。好，本该关你30日，今日打你30鞭抵过，如何？只是请求大将军不要打在我脸上，我不想让阿莹担心。行，成全你，别抽脸上。是。小子，骨头还挺硬。大将军，还请赐我一身衣物，免得被阿英看出来。行，成全你。多谢。一直的滋味。阿英，行了，阿爹没有再把你关进去啊？我用诚意打动了他呀。诚意？我跟他说，常州我不要了，
他一高兴就不再管我了，让我进来陪你了。胡说八道！你要真这么说，哼，那阿爹80%会反问：你以为你带着镇西军就能打下常州？上位一战，焉知胜负？你这学的跟你阿爹一模一样啊！你快点告诉我，你到底跟阿爹是怎么说的？他居然能放你进来陪我？哎呀，我跟他说，你喜欢我，要是你看不到我的话呢，你就饭也吃不下了，药也不愿喝。为了你的身体着想，还是要放我进来陪着你最好。你阿爹虽然不情不愿，但最后还是答应了。我就知道，一定是拿我要挟我阿爹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受伤了吗？没有。你给我看看。你是受伤了吗？没有啊。不对，你把衣服解开。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能让人解开衣服呢？你不解，我让人把你绑起来，我自己解。不解不解。吃不吃东西啊？我给你弄东西吃。你解开！阿爹打了你多少鞭啊？30。你堂堂齐王，你就不会端出身份来喝止大将军？你告诉他有君臣之分啊！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镇西军最好的斥候，那你为什么不拿出本事来一走了之？难道他们还会追杀你到镇西军大营不成？好了，阿姨，别哭了，别生气了啊！没有生气。你脸都气红了，还说没生气啊？我就不认识你这么傻的人。阿姨啊，你想啊，要是咱们生个女儿呢，千娇百宠的，养得跟明珠一样，突然有一天，一个臭小子翻墙进来，跟我女儿在床上，还偷吻我们的女儿。我要是发现了，我不拿一把刀把他碎尸万段啊！才30鞭，已经便宜他了。谁要跟你生女儿？儿子也行，儿子也行，反正这事儿你就不要生气，更不要怪崔伯父了。崔大将军，桃子呢？药煎好了，我去拿给你。我要找他拿药。药煎好了呀。那金疮药，伤口都成这样了，如果今天不上药，明天肯定会溃烂的。那我去拿，但是我拿回来，你会帮我涂吗？你爱涂不涂？这么笨的人，让你疼死算了。有没有人啊？有没有人啊？有没有人啊？逃亡在这3天3夜。你们是谁啊？有没有人啊？小沈，我快渴死了，你给我点水吧。小沈，你们把我到这里来有何贵干？只要你们放我走，我家里万贯钱财。全都是你们的，我伯父手下的崔家军号称地上军，所以是你。不是崔离。阿离，你没死真是太好了。阿离，
你没死真的太好了。我都跟你说过了，不是翠林。是，不，你不是翠林，你不是翠林。我叫柳成风，你记住了？记住了。柳成风，柳公子，柳成风，柳公子，柳公子。我求求你，我真的什么都愿意做，柳公子。柳公子，你相信我，只要放我一条生路。柳公子。绝对不是崔林，我们崔家与接手人有世代的血海深仇，任何一个姓崔的人都绝不可能结交接手人。对，我是柳成风，不是崔林。知道你刚才吃的是什么吗？是接硕巫医精心制作的毒丸。如果你不乖乖的听话，没有及时服下解药，你就会暴血而死。柳公子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，只要你放我一条生路，我什么都愿意干。柳公子，我什么都愿意干，我真的什么都愿意干的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按照我的吩咐去做，我自然会给你解药。多谢柳公子，多谢柳公子，多谢柳公子。桃子，这是我从山上专门给你摘的，真不错，闻起来可真香。哦对，石七郎怎么样了？别提了，大将军啊，把他从牢里放出来了。我依照军规，先打了他30鞭子。什么？30鞭子？要不怎么说你们家秦王可真是条好汉，被打成那个样子了，也不肯开口向大将军求饶一句。他这个人啊，是这个样子，到死都不会服软。其实我们家大将军也是个嘴硬心软的，但凡秦王肯开口说几句软话，也不至于被打得那么惨。这都是你辛苦摘的，你也吃一个。哦，没事，你喜欢吃就多吃一点，我吃这个就行了。行。原来如此。什么原来如此啊？原来你们崔家军上上下下都一样，都是嘴硬心软。我凶得很呢。好好，你凶。大将军，前方战场已经清扫干净，俘虏刚带回来，正在清点盘查。阿英啊，阿爹是不是不该这样？阿爹，您怎么了？你刚出生，我就报给朝廷，说你是个男孩子。长大后，柳成风顶替崔林的名字，成了我的儿子。你一个姑娘家，成天鞍前马后的跟着我在外头打仗，将来真要替你招赘夫婿啊！肯入赘的男子，必然有这样和那样的毛病。别说你，阿爹都看不上。阿爹，您说什么呢？我喜欢打仗，我喜欢这么活着。天下男儿那么多，他们能做的事情，我样样都能做。我干嘛还要嫁人呢？一个姑娘家，总是要嫁人生子的。
其实凤儿也挺好，我看她……阿爹啊，天下那么大，如此辽阔，好多地方我都还没有去过，很多事情我也都想见识见识。如果说嫁人生子是其中一种见识的话，没有他又有何妨呢？他不过就是成千上万中的其中一种罢了。阿爹总有一天会老，会离开你，到时候你孤零零一个人，我有什么颜面去地底下见你阿娘？阿爹，这辈子我活得十分开心快活。等100年之后，您见了我阿娘，就告诉阿娘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活法。我想阿娘知道了，她会开心的。还有什么事情比自己的女儿开心快活更圆满的呢？大将军，派出去的探子小队发现可疑之人，追踪下去，发现是崔离的踪迹。此事先不要让何校尉知道，点上人马，我亲自去。是，大将军。刘公子，一会儿崔乙来了，你该说什么，记得吗？我记得，刘公子，我记得。刘公子，要是我配合你演好这场戏，你是不是就能把解药给我，解我身上这毒？刘公子，您放心，我一定配合演好这场戏，我一定配合，一定配合。报！大将军，四面已经合围，崔离带人逃入树林之中。给我围严实了，绝不能让他溜走。是。别过来！都别过来！再过来我杀了他！别过来！退后！退后！撤！撤！伙夫，别动！伯父，我是被逼的，伯父。放开他！伯父，我是身不由己啊！别过来，伯父！你不要逼我！放下剑！你还是我崔家子侄，否则家规军法都难饶你一死。伯父，侄儿也是逼不得已的，我都是被李逆逼的。我不杀阿林，他就要杀我，所以我才设计把阿林逼到了河中。不过等他们人马一走，我就立马从下游把阿林救了起来，还给他疗伤。伯父，伯父！放开他！伯父，你不要逼侄儿！放！我赢了！阿爹，你为什么总是让我练这个呀？因为你是阿爹的女儿啊，切属凶残，若是有一日挟持了你，阿爹希望张弓搭箭能救下你。
过来。阿爹也让我练吗？那当然了，你也是阿爹的儿子，只要你想练，阿爹就陪你练。谢谢阿爹，谢谢阿爹。谢什么？来，阿爹教你。放。松绑。是。我说过了，放下剑，依家规军法还可以饶你一命。你不肯，就不能不依军法处置。剑。你刚说什么？殿下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快忙去吧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这个汤费力溢出来的。可是他那个哎，桃子，哦，过来过来，不是我，不许挠！再挠，你的伤口就该不好了。那你又不替我涂药，我自己又够不到，当然会痒了。那还不是要给你教训，看你下次还敢不敢？还有下次啊？哼，难说。你这么笨，想必我阿爹看着你就生气，说不定下次还要打你。哼，下次打我再说吧。我觉得呀，这个汤快好了。你试一试啊。挑个大的，枸杞，还有枣。好了，尝一尝。怎么样？甜不甜？还可以。那你让我尝尝甜不甜呗？还有那么多呢，你自己咬啊。那药苦不苦，我可是替你先尝了。这汤甜不甜，不能也让我尝一尝吗？让我尝尝。安阳，到房中来。公子，公子醒了。哎呦，我没有在做梦吧？我还能活着回来见你。哎呀，公子能安然无恙的回来，我们都十分欢喜呢。太好了，阿英，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。阿爹，别起来，你得静养。阿天啊，阿树也被崔离抓走了，不知被崔离关在了何处。知道，
他也被救了回来。多谢阿爹。哎，你是阿爹的儿子，为何如此生分了？可能是劫后余生，有些恍惚，总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吧。从小你身子就弱，刚才大夫来给你诊脉，说你的脉象倒比从前健忘了，说不定这一劫过去呢，以后就好了。是，但愿如此。殿下这是要杀人吗？你要再不回来，我可真要大开杀戒了。我的兄长大难不死，好不容易才把他救回来，我难道不应该去看看？他要真是你的兄长，那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。可他分明就不是，你还亲手给他磨了一套旗子，手指都磨破了，口口声声叫他兄长，怎么他没有名字吗？他真名叫做柳成风，虽然不姓崔，但他真的是我的兄长。反正我不喜欢他，这个人无信无义，当初卖了潼关，害我镇西军死了这么多兄弟。更何况，你还因为我没能及时救他，跟我大闹了一场脾气。你从来不会因为别人对我那样。他一回来你就去看他，还看了半天，就算是真兄长，也过分了吧？这么小气啊？那今天晚上我让厨房送一坛醋来好了，让你慢慢饮。甜汤那次你还欠着我呢，怎么让我喝醋啊？行，那我就喝一口喂你一口，大家一起酸掉牙好了。等会儿崔大将军来了就没机会了。公子妙计，崔离果然死有余辜。他害死了我那么多将士，还害死了阿信。我早就想杀了他了。留到如今，不过是物尽其用。公子，李逆到府中了。是吗？公子使何校尉中毒，引得李逆来府里。可没想到，大将军竟然让他去照顾校尉。公子，大将军这是要答应将校尉许配给李逆吗？所有不让我娶阿莹的人都得死。既然李逆如愿送上门来，那就让他先死好了。阿爹，您找我。凤儿，走吧。阿爹，您突然这样叫我，我倒有些不习惯了。凤儿啊，自从你重伤落水，阿爹派了很多人寻了你很久，怎么都寻不到。一度也以为你遭遇不测。后来阿爹和阿莹一起去你的衣冠冢前祭你，我想了很多。从前是阿爹太自私了，虽然小时候也问过你，愿不愿意做阿爹的儿子，但那时候你还不懂事儿，有些话你还不懂。阿爹，我想好了，让你改回柳成风的名字，
但你依旧是阿爹的儿子。我会对所有人说，你是我的义子。阿爹，您这是让我认祖归宗吗？如今，阿莹也大了，她生性任性，将来是不用我管的。你从小就在我们家里长大，我是真心把你当作儿子看待。我想让你认祖归宗，然后让媒人给你好好物色，找一个贤德的娘子，再生得几个孩子，这样你们柳家也算是后继有人了。阿爹，您这是不要儿子了吗？你虽然改回姓柳，但你依旧是阿爹的儿子。阿爹，谢谢。阿爹，该喝药了。今日怎么是你拿药羹来啊？服侍阿爹本来就是生我儿子应该做的嘛。自从上次我落水受了重伤以后，让阿爹操碎了心。阿爹还替我着想，让我认祖归宗，我心里真的很感念。我虽然是明灵之子，但是在我心里，阿爹，您永远都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所以这些小事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以后啊，我更要好好的服侍阿爹才是。你伤病初愈，回来还没几天，也得注意调养。回头我让桃子再给你诊诊脉，开些滋补方子。多谢阿爹。来，阿爹喝药吧。小心烫。李逆，见过大将军。秦王找我何事？李逆，想与大将军商议常州一事。常州已是我崔家军的常州。秦王想要回常州，不如战场上见真章。大将军此言差矣，原本是李逆写信，相请崔家军解常州燃眉之急。如今大将军驻扎常州，李逆虽领兵而来，但并不愿与大将军兵戎相见。是吗？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大将军！别放走了贼人，就是他害了大将军。说，你到底使了什么毒计害了我们大将军？我说过了，我正与你们大将军说话，他就忽然吐血倒下，我这才急匆匆出来叫人。我若心怀不轨，为何还要出来叫人？哼，你是明知道逃不掉，所以才不逃吧？调弓弩手来，别让他逃了。若是阿爹遭遇了不测，就杀了他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怎么样，桃子？大将军，大将军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
了他，为阿爹报仇！且慢！大将军遇刺一事还没有弄清楚，到底是毒还是别的都未确认。这个人不能杀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袒护他？我不是袒护他。阿爹已经奄奄一息，你这是被鬼迷了心窍。秦王是不会害大将军的。为了常州，这个秦王什么事做不出来？此人诡计多端，如果不杀了他，他就会逃脱的。放箭！住手！放了他！放他走！你竟然如此对我！何校尉，你是要做反吗？放了他！放他走！他已经走了，以他的能耐，我8成是追不上他。你还要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吗？来人！校尉受人蒙蔽，放走嫌犯，将他押进水牢。公子，大将军危在旦夕，有什么处罚，公子暂且记下，还是让我先照顾大将军吧。你还知道大将军危在旦夕？押下去！带走！公子，大将军像是中毒了，校尉也是一时心急，要不让他留下来吧？闭嘴！公子，来人！公子，把桃子也带下去关起来，今后发落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！石七郎呢？他已经脱身了。那何校尉呢？校尉现在被重兵关押，暂时救不出。我们先撤。走。公子，何校尉带到了。是。阿英，你受委屈了，但今日你当着众人的面拿刀胁迫我，无论如何，我必须对你有所处罚。公子不必巧舌如簧，变故猝起突然，公子就是想趁机除掉李逆吧？阿英，你为何如此相信李逆？他为了常州谋害阿爹，事实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，你为何不肯相信？事实何为事实？李逆为何要谋害阿爹？他就是为了要夺回常州。一应细节，我已经命人细细查问了。可是李逆的嫌疑明明最大，你不能因为袒护他而放了他。阿英，我们不说这些话了，好不好？你还没有吃东西呢，我命人做了你爱吃的菜，你先吃一点。我要去看阿爹。阿英，
你把饭吃了，我就陪你去。你如此忧心阿爹，整日不眠不休，茶饭不思。若是阿爹知道了的话，也会忧心的，对不对？公子，你们先下去吧。公子，何校尉他无妨。校尉是被人蒙蔽，如今已深悔，自己错了。下去吧。是是。阿爹，无论是谁把你害成这样，我都一定会查明真相，为您报仇。让我留下来照顾阿爹吧。不行。阿英，阿爹出了这样的事，我们大家都很难过，又十分警惕，只怕还有人想对父帅不利，所以才定下了轮流值守之策。阿英，你先回房去，好好睡一觉。明天一早，我再带你过来看父帅。你说话算数吗？我当然说话算数了。我觉得咱们不如直接杀进长州城，抢了崔大将军出来，然后好好救治，再跟那些人说，这个崔大将军不是你害的。傻呀你！咱要真这么干了，那是不是得先打常州？那打了常州，石七郎他有嘴都说不清了，到时候崔家军定然视咱们为死敌啊！石七郎，桃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家校尉呢？他怎么样？校尉被关起来了，公子派了重兵把守，他还想要把我也关起来。我想了想，就先脱身，和耳朵一起过来，想着先跟你们会合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能查清此事。崔大将军到底被谁谋害？他是受了内伤，还是中了毒？他8成是中了毒。中了什么毒？匆匆忙忙的，还没有诊治清楚，公子就派人把我押走了。阿英，阿爹出事之前，曾找我谈过心，说让我认祖归宗，改回柳成风这个名字。他还说，我仍旧是他的儿子。阿爹跟你说过此事吗？起初，阿爹以为你死了，伤心万分。确实跟我说过，觉得这么多年以来，一直让你顶着崔林这个名字，对不起你，也十分后悔，没能让你做回自己。这次阿爹也跟我提到了，阿爹还说，让我改回柳成风这个身份之后，与你成亲。阿爹还说了，若是我们能生得几个孩子，长子就姓柳，其他的孩子就姓崔，这样不仅我们柳家后继有人，崔家也有了。阿英，阿爹这样一心一意为我们打算，只可惜他老人家还没有将此事办妥，就被李逆给暗算了。公子，阿爹当真这样说过吗？当然。阿英，
们2个人拜堂成亲吧，这样你就是我的妻子。上次你胁迫我一事，军中就再也没有人敢说三道四了。而且我们2个人成亲之后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照顾阿爹了。阿爹如今人事不省，危在旦夕，你居然要和我成亲？万一阿爹一高兴就好起来了呢？阿爹如此安排，阿英，你不愿意？我不愿意。阿爹是不会做如此安排的。你若是不信，可以等阿爹醒来，你亲自问他。我说过了，阿爹是不会做这样的安排的。你最近日夜忧心阿爹的身体，忧心的都傻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们的婚事我自会好好安排。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等着做新娘子。好好看着校尉，不能让他踏出房门半步。调弓弩手来，重兵严守这个院子。我连一只苍蝇都不想看见。是。新娘子，如今吉时将近，咱们还是速速装扮起来吧。刘成风呢？叫他进来。新娘子，今儿是大喜的日子，您这马上要嫁给崔公子了，这是天大的福分呐！去把崔公子叫进来，我有话问他，不然今天这个亲是绝对结不成。新娘子，叫他进来。是。恭喜恭喜！阿英，你怎么还不装扮起来啊？误了吉时，可就不好了。是你，是你，对不对？你到底给阿爹下了什么毒？你看你这是欢喜疯了，怎会开始胡言乱语了呢？不久前我在常州遇刺，有人冒充你引我出来，但是只想掳走我，不想伤我性命。当时我就觉得蹊跷，引我上钩的人就是你，对不对？刺客也是你指使的，对不对？阿英，不要再说胡话了。我从10几岁以来，就一直盼着有这一天。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你马上就会成为我的新娘子。待我们成亲以后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，也会去杀了李逆，给阿爹报仇。给阿爹报仇？刘成风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就是你给阿爹下的毒，是不是？阿爹一直把你当做自己亲生的儿子，我也从小把你当做兄长一般。
你到底是有多狠的心，才能下得去这样的毒手？阿英，你看，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簪子，今日终于有机会把它作为定情信物送给你了。拿开！阿英，你可不要乱动啊！我怕我会伤着你。万一你受了伤，阿爹知道了，他老人家有什么不测怎么办？你居然敢拿阿爹威胁我！只要你乖乖与我成亲，阿爹就会高兴。若是因为阿爹担忧你，阿爹有什么不测的话，你给我滚！阿英，你再好好休息一会儿，我还要请阿爹出来，亲自见证我们拜堂成亲。你敢动阿爹半分试试？阿英，只要你乖乖与我成亲，阿爹就一定会好好的。来人！奴婢在。给校尉整理好衣冠，等吉时一到，就带他去喜堂。是。恭喜公子，今日定要不醉不归。可惜大将军身子尚未痊愈，不然便是双喜临门呐。阿爹，今日是我和阿莹成亲的日子。您看看这满院的宾客，都是来祝贺我们的。阿爹，虽然您还病着，但是儿子还是想让您亲眼见证我们的喜事。阿爹，我做您的儿子20余年，您从未亲口答应让我娶阿莹，所以我就只能自己靠自己，才能得偿所愿。阿爹，今日抬你出来，就是想让你亲眼看一看，如今崔家军是我的，你的宝贝女儿也是我的。阿爹，从今往后，我会好好继承您打下的基业，也会好好守护您的宝贝女儿。阿叔，
这杯酒，儿子敬你。喝完这一杯，儿子就要和阿莹拜堂成亲了。来，大将军醒了，醒了，将军。来人，将这逆子绑起来！将军，副帅余毒未解，神志不清。来人，把他送回屋内。公子，公子。逆子，老夫万万没想到，竟有一日养虎为患。神志不清，快夺了他的兵刃，以免他伤了自己。就凭你们，这是大将军啊！大将军小心啊！大将军！大将军！谁敢伤害大将军？小心啊！一会儿还要拜堂成亲，别伤了我的娘子。谁是你的娘子？阿阔，住手啊！公子居然借着成亲，把接硕人混进来了。枉我们如此信任他。脚底抹油啊！石七郎都说了，他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崔公子，他叫柳成风。大哥叫崔公子也没错呀，他现在不还是假冒崔公子？但他叫柳成风，崔公子，柳成风，崔公子。你竟然勾结接硕人，你这是将我们崔家的血海深仇抛诸脑后吗？崔隐，事到如今，你又何必给我上演这种父慈子孝的戏码？我问你，你有曾真心过吗？你有曾真心把我当成你的亲生儿子吗？
过是利用我。你们崔家和接硕的血海深仇，与我有何干？好，我崔乙并没有儿子，我只有一个女儿。阿英，你的身份也无需隐瞒了。诸位，这是我的女儿，她才是真正的崔林。她一直以崔林的身份在军中，我也一直把她视作亲生儿子。今日他既然引入外敌，不愿再做我的儿子，那我崔乙只有一个女儿了。崔林是我崔乙的独生女儿，但她胜过世间万千男子。刘成风，既然你勾结结硕给我下毒，背逆人伦，引入外敌，不忠不义不孝，如今事已败露，你还不束手就擒？你以为你今天能抓住我吗？这些箭头上有蓝光，想必是涂有毒药的。李逆，你被身份所拘，无法带大军进城。就凭你们几个，哼，能抓住我吗？我要杀了你这个叛贼！阿爹，大将军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放心，城外有镇西军在。今日再战，必定是两败俱伤。放柳成风走。滚！17郎，你有人马埋伏在城外，柳成风带人出城，你正好接上。慢点。阿爹，我叫桃子来给您诊脉吧。不用不用，我没事。桃子说了，解药是她自己调的，药效是慢慢解毒，最好不要动武。当我一发现是那逆子，我就忍不住，居然和接硕勾结。他明知道我们崔家跟接硕有血海深仇。哎呀，不知他为何变成如今模样。枉我将他当作亲生儿子这么多年。阿爹，别难过了。阿英，我和你阿娘成亲10几年才有了你，虽是为了避免朝中辖制，再赐我一位夫人，才对外宣称生的是个男孩。但我和你阿娘还有一种私心，就是要将崔家的一切都留给你。只是这世道以男嗣为贵，没有女儿继承家业的先例，尤其是军中更是没有。宣称你是个男子，才能真正的让你拥有崔家的一切。
我明白的，阿爹。自我懂事起，您就把这些都清楚明白地告诉过我。这也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不觉得辛苦。只可惜啊，柳成风也好，崔离也罢，若是能全心的辅佐你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可惜人心殊异，就算我已经有所提防，但一个个最后还是露出了狼子野心。阿爹，您已经为我做的够多的了。阿英，今日把你的身份公之于众，日后怕是会有更多的麻烦找上门来。阿爹知道你聪慧果决，远胜常人，但作为父亲，心中还是忐忑，只怕没有照顾好你，日后有何面目去地底下见你阿娘？阿爹，您不必担心，我可是您的女儿，就算有再多麻烦找上门，又能如何？您的女儿岂是会被世俗拘束之人？说得好，如今是今时不同往日。就算全天下的麻烦都找上门来，你我父女二人又有何惧？就是，别担心了，阿爹。见过大小姐。见过诸位将军。昔日朝中以我无子，非要赐我一位夫人。我与卓京间谍情深，所以生得女儿后，只说生了个儿子。后来朝中时局变幻，就一直没对诸位同袍直言相告。其实崔琳是我的独女。原来如此。大小姐素日在军中，虽托名何校尉，但所作所为，皆是我们亲眼得见。巾帼不让须眉，我等定然竭力辅佐，绝无二心。请大将军放心。我和小裴将军按照你的吩咐埋伏在城外，果然遇到这个柳成风带着接说人，我们杀了他个措手不及。可气的是，他们的毒药太厉害了，虽然砍了不少人，还是让那个柳成风那家伙给跑了。此人已经丧心病狂，还勾结外敌，切说善于用毒，日后切切小心。是。哎，那不是那个何校尉吗？哦不。是崔家大小姐来了，崔小姐辛苦了，鲍大哥辛苦了。哎呀，都是自己人，替崔小姐杀敌啊！我们镇西居的兄弟们乐意。嘿嘿，哎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，你和十七郎慢慢聊啊。嗯，嘿嘿。今日幸亏有你。都是自己人，替崔小姐杀敌，不仅我们镇西军的兄弟乐意，我也乐意。贫嘴！刚才老鲍说，劫杀了不少接说人，不过还是让柳成风给跑了。柳成风居然跟接硕勾结，我们崔家跟接硕世代血海深仇，从此以后，他不是我兄长，而是我们崔家的仇敌。虽然不应该，但也想说，听到这句话心里还是挺舒服的。
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样发觉阿爹中毒的，又是怎么样察觉柳成风的谋算，跟阿爹约好了里应外合？那日我回到军营之后，琢磨此事，越想越不对，于是便跟桃子潜回府里，想弄清楚大将军到底中的是什么毒。耳朵，处理干净，别让人发现。桃子十分确定，大将军就是中了接受的毒。巧的是，你也中过接受的毒，而你当时又看见了柳成风，所以我怀疑，大将军中毒多半与他有关。大将军起初也不愿意相信是他，直到后来，发现真的是他。阿爹真的很伤心。陛下，免礼免礼。皇后，你听说了吗？陛下指的是这个崔乙，全天下都知道他有个儿子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这个儿子不是他的儿子，不是他的儿子。对，他只有一个女儿，从小当作男孩一样。他的女儿女扮男装，一直在崔家军中。哎，听说还挺有名的。叫什么何校尉？竟有如此奇事！哎呀，可是这个崔乙，分明是在欺君。可是朝中的大臣们说，崔乙势大，再加上那个孙敬贼心不死，还盘踞在潼关要害之地，加上如今这个崔乙又抢下了常州，所以这个朝里的群臣们都劝朕要好好的安抚崔乙。结果朕灵机一动，想出了一个好主意。陛下是想……崔乙他不是没有儿子吗？朕就替他过继一个儿子，那到时候他们崔家就有人承嗣。哎呀，以后崔将军就能为朕所用了。陛下是想让何人去承嗣崔家？所以朕就过来找你啦。朕是想从你的侄子里面挑选一个过继到他们崔家。陛下，此事怕是不妥。怎么，你是不愿意？啊，并非臣妾不愿，只是陛下且想，崔乙为平凉大将军，崔家军主帅。当年领兵征接硕，妾已听说过崔大将军的威名。这样的人物，如今又在常州不肯退兵，明显是不服朝廷辖管的。此时陛下好心，想替他选个人承嗣，只怕在他眼里，陛下这是想谋夺他崔家产业，想要崔家军的军权。朕就是这么想的。再说了，崔乙他怎么能猜得到呢？崔乙领兵多年，能将女儿充作儿子，教得聪明伶俐，如今又将此事公之于众，如何会有过继的打算？又如何猜不透陛下的真意呀？这可怎么办呢？难道要朕认崔乙的女儿做义女，然后再让她当公主？等她当了公主之后，再给她找一个听话的驸马，是不是这样？崔家军的兵马就能为朕所用了。崔乙此女，既作男儿养，恐怕也不是什么等闲人物。就怕她不愿做公主。
连公主都不愿意做，她想做什么呀？啊，妾也只是猜测。陛下若有谋划，不妨遣得力的人去探探这位崔家大小姐的口风，看看她愿不愿意做公主。父亲，坐吧。今日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崔乙的儿子崔林，原来是个女儿。什么？崔乙呢，只生了个女儿，当初却诓骗朝廷，说他生的是个儿子，那便是崔林了。后来他又收了个义子，让这个义子顶着崔林的名字长大。他自己的亲生女儿却改姓何，在崔家军中也颇有名气，被称作何校尉。原来何校尉是崔乙的女儿，怪不得。父亲，您还记得吗？之前秦王冒险潜入西长京，与您在绸缎庄见面，当时他身边那位就是何校尉，而且那次我们见面也是何校尉替秦王出谋划策的。哦，那个小娘子气质不俗，敏侠机智，令人印象深刻呀。原来她就是崔乙的女儿。王娘啊，为父知道你素来胸有大志，但既然那崔林是崔乙的女儿，只怕秦王未必对她无意呀。父亲，那您会帮助我吗？这么聪明的女儿，我这个当父亲的一定会不遗余力的去帮你的。崔乙的女儿又如何？她的父亲是手握重兵的大将军，我的父亲却是文臣之首。女儿只听说过君主会忌惮手握重兵的边疆大吏，却从来未听说过君主会忌惮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。说得好，我就知道我的女儿绝不会逊于崔乙的女儿。小姐，你这样真的很好看。只是我却担心，你平常都在崔家军与南庄市，猛然一下这样打扮，你说他们会不会不习惯呀？现在阿爹已经告诉了全天下的人，我就是他唯一的女儿。既然这样，那干脆就堂堂正正的，以我本来的面目示人。作为阿爹的女儿，我一定会让他骄傲的。快站起来看看。真好看，还是你选的好，很衬你的肤色。李逆，见过大将军。秦王有何贵干？还是常州之事。李逆想与大将军聊一聊常州。秦王刚刚救了老夫的性命，所以来谢恩求报。不敢。当初是谁传信给我们崔家军，请我们来救裴元的？秦王不会忘了吧？大将军仗义援手，李逆感激不尽。只是时过境迁，大将军占据常州，不仅被朝廷诟病指责，亦得提防孙敬。况且，这常州与洛阳、建州、并州，乃至平凉、瀛州，皆相隔甚远。崔家军被牵制在此，只怕得不偿失。你该不会想说，既然常州这个烫手的山芋我捏在手中无用，不如还给你。大将军，若是以魏阳来换取洛阳与常州呢？秦王所言何意？魏阳虽不归我节制，但魏阳就在平凉左近，军民事务也由我这个平凉大将军管辖。
你是打算用我的东西来换我的东西，还以一易二？明正，才能言顺。魏阳虽在平凉所建，但朝中在幽州府亦有驻兵。若由朝中下旨，大将军节制平凉、魏阳两府，从此大将军便能名正言顺，总理平凉与魏阳两府事务，崔家军后方亦稳固无虞。大将军，意下如何？既然如此，那只要朝中下旨，魏阳教我节制，我便退出常州。但是洛阳，那是万万不可。大将军爽快，李逆虽有为难之处，但也会即刻向朝中请旨，只提常州，不提洛阳。大将军请放心。好，秦王，常州事了，你可以回京都复命了。不瞒大将军，李逆还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李逆想请崔小姐领崔家军，与我一起共赴潼关，剿灭孙敬。你还想让我女儿带兵跟你一起去打孙敬？秦王，你这如意算盘未免也打得太响了吧？孙敬一日不处，不仅是朝廷的心腹大患，大将军也会深受其妨碍。大将军当初以秦王之志出兵南下，如今暂居常州，并重兵把持洛阳，朝中难免会议论纷纷。只要大将军同意崔家军与我一起共赴潼关，剿灭孙敬，收复潼关，那么朝中的议论自然会平息大半，且天下人皆会称赞大将军忠义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那么李逆自取潼关后，只怕朝中会命我李逆与大将军相战，到了彼时，李逆再无半分推辞之力，且朝中定会以收回东都为先。秦王不妨试试。老夫还从未与秦王兵戎相见，真想见识见识秦王排兵布阵的章法。与崔家军为敌，是我万万不愿之事。大将军心里也清楚，潼关是两京所要，除了潼关，两京再无险可守。只要大将军答应崔家军与我一起共赴潼关，那朝廷必然会对崔家军的猜忌之心大减，还望大将军能够成全。既然如此，不用我女儿跟你去，我和你一起去潼关。果不其然，我先前与阿莹商议时，她告诉我，大将军必然会说出此番话语。我问阿莹该如何作答，阿莹告诉我，只说她与我已商议好，她愿意与我一同前往。既然你们已经商量好了，还问我做什么？这么说，大将军是答应了。多谢崔国父。谁是你伯父？滚！是。此番，秦王虽出手相助，但常州城外，镇西军依然虎视眈眈，不得不防。他是皇帝的儿子，奉旨而来，怎能轻易与之联手？阿莹，这天下那么多男子，你为何偏偏对他另眼相看？阿爹，他值得我另眼相看。如今局势晦暗难明，孙敬虽败仍据潼关，3个皇子鼎力相争，秦王功高勋重，树大招风。秦王虽是不识奇才，但绝非良配。阿莹，你当真想好了，要趟这浑水？
我喜欢李逆，他也喜欢我。这世上虽然有那么多男子，但是能如女儿眼的，只有他一个。阿爹只有你这一个女儿，你既然想清楚，有了决定，阿爹不会左右你的想法。谢谢阿爹。大小姐文武兼备，又是咱们大将军的女儿。哎，你们说，得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呢？要我说啊，秦王就不错。想想自起兵秦王以来，秦王率领镇西军那是所向披靡，别的不谈，就说奇袭潼关那一战，那真是百年未有的帅才。秦王虽好，可是他是皇帝的儿子，咱们大小姐应该坐堂招夫啊！哎，对，坐。听见了吗？他们都觉得只有我才能配得上你。我只听到他们说希望我坐堂招夫。殿下身为皇子，愿意入赘我们崔家吗？什么皇不皇子，秦不秦王，我都不想当，也不在乎。阿英，咱们回劳兰关吧，在那拜堂成亲，生个7、8个娃娃，一半跟你姓，一半跟我姓，不娶不嫁，不招不赘，可好？你想得倒美，谁要跟你生7、8个娃娃？那就4个，最少4个，2个跟你姓崔，2个跟我姓李，怎么样？你要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把你嘴给撕了！想撕我嘴？就撕！不是。韩将军，这么久了，围追堵截，斗智斗勇，每次都让你侥幸逃掉。幸好前日我们故意在华阳镇没有追踪，让你以为安全。今天这才拦住你们。韩将军，大都督敬你忠义，只要乖乖交出太孙，便饶你不死。誓死保卫太孙！拿下！
矩的东西。放开我！大都督，李玄泽，还不见过大都督？你个谋朝弑君的反贼！大胆！住手！别吓着孩子。哼。韩丈将你藏了那么久，到了最后关头，不还是护不住你吗？嗯？哼，即使忠心的人，那也拗不过天命吧？嗯？哼哼，嗯。娘娘，给秦王的信送出去了吗？用最快的马送过去了。娘娘放心，秦王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太孙的。孙敬虽然擒住了太孙，但是我想，他不会这么快就对太孙不利。但愿来得及救出太孙。韩将军也说了，他重整残部，也会想办法救出太孙。太孙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没事的。臣请问陛下，为何下旨斥责秦王啊？朕命他去常州解围，他可倒好，非得逼着朕封那崔乙为魏阳大将军，还口口声声说洛阳既成事实，暂且不提。那可是东都，他这是拿朝廷的大事当买卖呢，还上什么奏书？还说常州势必要随崔家军一起去收复潼关。崔家军那是狼子野心啊，万一他们和孙敬里应外合怎么办呢？陛下，这件事是朝会中决议过的，既然崔乙有节制魏阳之实，何不就把这虚名一并给了他呀？听说朝中来了圣旨，是责了秦王殿下。我
我猜到父皇八成是要骂我，但是我没有想到竟然会这么快。你虽然兵不血刃，解了常州之围，却让出了魏阳大将军这个虚衔，又承诺不提洛阳，这不是把天大的画饼都递给了朝中的宿敌吗？要是我呀，也会攻击的你体无完肤。你呀，就是仗着自己立有战功，朝中那些武将大多又是镇西军出身，自然会向着你。不然，只怕现在就不是下旨申斥了，而是要夺了你的秦王之爵呀！夺就夺，反正我打算打下潼关之后，就回劳兰关去，在那儿总好过在朝中受气抢。只怕你打下了潼关，就回不去劳兰关了。那可不一定。十七郎，萧妃娘娘派人传急报，说孙敬抓走了太孙。什么？报！潼关急报，孙敬在潼关以太孙名义发了讨贼檄文。太孙？是。孙贼找到了太孙，在檄文中斥责陛下是伪帝，并以太孙之名号令天下秦王驱除伪帝，奉太孙继位。父皇，那孙敬自从败退以后，早已是黔驴技穷，他手上的那个太孙是真是假，谁也不知道。儿臣以为，我们找个孩子也说是太孙，真真假假，又有谁能够分得清楚呢？先王殿下，孙敬既然敢发檄文，想必可以证实孩子的身份。如果我们找个假的，这岂不是白白让人抓住把柄，贻笑大方，得不偿失吗？孙敬手上可有何证据能证实那孩子身份吗？孙敬在檄文中说，太孙随身携带着先太子之印。陛下，孙敬以太孙质疑朝廷正统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为今之计，不管这太孙是真是假，朝廷都该派兵剿灭孙敬，收回潼关，接回太孙。臣以为秦王曾经收复过潼关，与孙敬数次交手，有上书自请剿灭孙贼，因此朝廷下旨派秦王出征，最为合适。那就让秦王领兵出征，灭孙贼，收复潼关。他不是爱打仗吗？这次就让他打个够。孙敬发讨贼檄文，不过是为征百越大军回师拖延时间，实则潼关守备军力不足。你是不是早有布置，打算趁虚而入，攻破潼关？你怎么知道我早有谋划？潼关易守难攻，但是你曾经硬碰硬打下过潼关，后来镇西军又驻守潼关颇多时日。以你的性子，肯定是把关里关外全都仔仔细细地琢磨过一遍。是啊，我在潼关给自己留了一条暗道。暗道？莫不是水渠？你怎么猜到的？潼关土质坚硬，想要挖地道实属不易，所以这条暗道应该不是新修的，而是本来就有，可以后加利用。我记得在瑞景年间，潼关曾经因为山洪爆发，把武库淹没了。后来户部拨了银两，重新修了下水的水渠，沟渠修得够深阔，应该可以走人。瑞景年间，户部的事情你都知道啊？我小的时候喜欢跟着阿爹读书，他的书房里除了兵书以外，收藏了历年以来天下各处关隘修葺的卷宗，我翻着当故事看，读了便记下了。那今晚秦王要做那钻水渠的小耗子，我当然得作陪了。我在城外等你策应。大都督，都送走了。魏国夫人登车的时候，
十分不舍，哭得很是伤心，说是要与大都督一起留在潼关，属下劝慰夫人，照顾好公子，等此间战事一了，便接他们回来。此番镇西军和崔家军联手，这一战乃是存亡之战，便是事了，恐怕也不会回到这里了。拾起来啊！1、2、3！镇西军联手崔家军攻进来了，我们护送您先走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走，还能走到哪里去啊？从西长京出来，败走潼关，如今再出潼关，还能去往何处啊？大都督，镇西军与崔家军联手，敌人数倍于我们。若仗着潼关知险，还可以守一守。可如今镇西军不知从哪里入的关来，这如何守的？趁着两军混战，夜色昏暗，大都督，走吧。想当年瀚海之战，可汗将士10倍于我军，我率军拼死抵抗，血染战袍，差点丢了一只胳膊，还不是大胜而归吗？城中将士数万，还在力拒抗敌，我怎么能抛下他们呢？我不走，将太孙带来。是。孙清，事到如今，还不弃械投降？哼！走。如今潼关已破，你败局已定。只要你放了太孙，我不杀你。你爹待尔匍匐在我脚下求饶，若不是装死逃了过去，哪轮得到他在京中做伪帝啊？今日太孙在我手上，我才是天下正统。凭你小儿一句话，就想让我给你太孙？那你想要如何？哼！你和你的兵马即刻退出潼关，叫京中的伪帝写下诏书，昭告天下。自己得位不正，将大魏
归还于太孙。如今这关内的战局，你好像没有与我商谈的实力。宁宁，这孩子才是先太子留下的唯一血脉，在你们李家，他才是嫡系正统。若是今日被杀了，你在天下人面前该如何交代？你那个伪帝父亲，在天下人面前又该如何交代？不要管我！杀了孙贼，还天下太平！杀了他！孙敬，你一代枭雄，如今竟拿个小孩做挡箭牌，岂不成了天下的笑话？你不必用激将法。你若是不退兵的话，就休怪我动手了。住手！我愿用我一命换取太孙一命。是新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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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万不可！是新郎，不要管我！不要！孙贼，还天下的！是新郎，不可！不可！是新郎，是新郎，是新郎！好啊，秦王有如此气魄，那我孙某必定说到做到。秦王，你便自行了断吧。是新郎，不可！是新郎，是新郎，是新郎，别惊他了！是新郎，杀进去！社稷哥，不可！不要，社稷哥！不要！是新郎，是新郎，不要！秦王殿下，孙敬身边的是假太孙，我带来的这个孩子才是真正的太孙。你说什么？云念，你不愿意救太孙也就罢了，何必使出如此阴谋诡计，想用一个假太孙来换名正言顺绞杀真太孙的机会？大都督，你说我带来的这个孩子是假太孙，那你又如何证明你抓到的就是真太孙呢？哼，太孙身上有先太子的印鉴，我是连人带印，一并从韩畅手中夺过来。你们若是怀疑的话，那也不用争论什么了，我一剑砍了他便是。住手！动手啊，大都督！大都督就不曾怀疑云长将军韩畅如此忠心耿耿的先太子旧臣，在你擒到太孙以后，为何没有拼死追踪，召集人马救回太孙呢？至于这先太子印鉴，云长将军为何又偏偏要放在这孩子身上？他难道不知道，一旦你得到此物，便能确认这孩子的身份无疑了吗？是。众将士，杀孙敬避封侯，赏黄金10000两。杀！先带太孙走，留着他还有用。太孙，韩将军，我来救你了，走。
孙坚，你起兵弑君那日，可有想过会有一败涂地这一天？秦王殿下，此等逆贼，杀了便是。我英雄一世，我若是没有中毒的话，你们再多的人，也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！无知小儿，你妄想取我人头，我是绝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哼！这一对玉佩真是精致。我们两个一人一半，我会永远待在身上的，不离不弃，永不分离。大禹天泰元年，孙敬兵败潼关，自刎而亡。其妻魏国夫人及长子在逃亡路上被抓获。自此，孙敬谋逆之乱彻底平息。拖过去。来，这个盒子怎么样？校尉，怎么了？刚刚趁乱，有人将太孙劫走了，赶紧派人去追。是。齐王那边怎么办？我跟他说吧，你快去。好。韩英，辛苦你了，多亏有你才找到真正的太孙。如今孙敬已死，我们将太孙护送回朝，便大功告成。十七郎，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向你坦白，我带来的那个太孙是假的。真太孙确实是孙敬劫持的那个孩子，我本来已经安排好了，派人趁乱找机会把真太孙给救下来，但是没想到被人抢先了一步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去把真太孙追回来。十七郎，走。先人上，去。十七郎，追不上了。这些人可以趁乱救走太孙，身手如此利索，八成是韩将军和他的部属。太孙的安全应该无虞。如何能确定是韩畅和他的部属？如果被不轨之徒捡走呢？
你明知道我答应过萧妃要救下太孙，可刚才你拿一个假太孙去炸孙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即便他相信了，也可能会对真太孙不利？我自然想过。你知道有这么大的风险，你还要这么做？我心中已经反复衡量过了，有7、8成的把握，可以让孙敬相信，也可以救下太孙。7、8成，那剩下那2、3成呢？能救下太孙，固然是最好的结果。如果中间有任何差池，那也是我办事不妥，与你无关。什么叫出了差池？是你办事不妥，与我无关。石七郎，有些话一定要我说出来吗？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？你此番要真的把太孙带回京，朝中上下不会因此掀起一番腥风血雨吗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想让陛下立太孙为储君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现在天下初定，人心浮动，朝野上下都能跟你一个想法吗？朝中宫中还经得起再一次祸起萧墙吗？哼！你如此深明大义，言辞有理，为何不事前与我商议？因为你知道，我一定不会答应什么。是，秦王殿下忠勇过人，早知道我刚才就不应该插手，就应该让你舍身取义，被天下人诸此称颂。等我以后路过的时候，一定会为殿下上2炷香的。小薇，这次的事儿都怪我，是我没能救护太孙。与你有什么关系？虽然我让你带人去救太孙，但怎么也想不到，暗处居然有人潜伏。那些人8成是韩将军和他的部属，你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伤得怎么样？哦，我没事的，只是我听耳朵说，秦王当众给你发脾气，还跟你吵起来了。不要提他。孙敬走得匆忙，一把火就把书房全给烧了，东西呢也都烧了大半，这些还是我带人在没有烧完的瓦砾底下搜到的。我终于知道，这朝中原来有人与孙敬暗中勾结，时时与他策应。但这些信中并没有落款，而且信里借用的是暗语，所以这个人我们暂时还找不到。石七郎，回到西长京之后，我们还是要提防一些。是啊。李逆攻下了潼关，派人急报回朝，还带回了孙敬的尸首。这帮朝臣在朝中吹捧他，又立下了不世之功。我这大哥也是难与之相争啊，只怕这东宫之位，还是要落到他李逆手上。有一位异人，一直想求见殿下，3番2次派人相请，我被纠缠不过，就见了他一面。他说他有妙计，能助殿下一臂之力。哦，此人自称姓柳，曾是崔乙的义子。我与他交谈一番，发现此人心机深沉，又曾是这样的身世。此人与崔家必是死敌，倒可一用。刘公子久仰了。殿下见笑了，谈何久仰？我如今只是一个飘零之人罢了。你既然是飘零之人，如何为本王效力？秦王如今收复潼关，大败孙敬，立下如此大的功劳，一旦回京，定会对东宫之位志在必得。殿下身为他的兄长，难道不觉得其势可危吗？还有我大哥居长呢，
立嫡立长都轮不到他李逆。若是李逆娶了崔毅的独女，从此崔家军和镇西军一样，听从李逆的号令呢？到时候，即便是圣上，又能奈秦王何？别说殿下想要一争东宫，即便是想要做一个闲散的亲王，也无半分立锥之地了吧？李逆会娶崔氏独女？他们二人早有私情，不然殿下以为，凭什么就凭秦王一封书信，崔家军就能具体培元解围？凭什么秦王许诺给崔毅魏阳大将军的虚衔，崔毅就肯让出常州？凭什么镇西军就能和崔家军一同去攻打潼关？原来如此。殿下其实早就想好了吧？殿下是不是想派遣些人手，将秦王截杀在回京的路上？但殿下觉得，在万军护卫之中，若是要刺杀秦王，有几分把握？柳公子可有妙计啊？殿下不如出其不意，从崔林处下手。攻心为上，关心则乱。一旦他的心乱了，就必然会出纰漏。到时候，殿下便可趁此时机杀了秦王。计谋是好计谋，只是这实施起来有些棘手啊。殿下放心，我既献了这计策，定然会亲自率人马前往，为殿下效犬马之劳。不知事成之后，本王该如何谢柳公子？为殿下效劳，正是我心中所愿。我不求别的，只愿殿下拨一些人马，供我驱使。这都好几天了，秦王在关里，咱们驻扎在关外，按理来说也不远哈。这个秦王殿下也真是，他自己不来就算了，也不派个人过来。小伟，你说秦王殿下是不是真的生气了？你操那么多心干嘛？秦王生不生气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看啊，你之前跟秦王殿下那么好，那这次不就是因为太孙的事情才生了嫌隙吗？桃子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你平时没有这么啰嗦。我只是在想，秦王殿下该不会是病了吧？最近时气交替，忽冷忽热的。我可是听说，关里好多人最近都病了，连那个耳朵也感染风寒了。你要是心疼谢长耳，你自己给他送药去。不，我才不去呢。小伟，只要你一天不搭理秦王，我也绝对不会搭理那个耳朵的。我绝对不会搭理他的。耳朵，桃子，桃子，你终于来了。小伟怎么说？他还是那个样子，我都跟他说了半晌了，他连提都不愿意提到秦王。那这可怎么办？我来的时候，老鸨他们千叮万嘱啊，说一定要拜托你说和校尉和十七郎。你是不知道，十七郎现在心里憋着一团火，每天4更天不到就起来练剑，非得拉着我们一起，每天不是练剑就是练枪，再不然就是军营里操练阵法，我们实在是受不了。你跟我说这些也没用，小姐那边我也是一点法子都没有。哎，要不你让你们家秦王装个病呗？这样的话我也好跟小姐说，让她去探秦王的病。秦王要是肯装病，就不会每天4更天起来练剑了。
怎么办呀？老鲍，老鲍，怎么样？桃子怎么说呀？桃子给我出了一个主意，可是我觉得不妥。他要是不肯装病的话，那咱们就真的让他小病一场吧。那，你把这个给他，他吃了以后自然就病了。到时候我就跟小姐说，秦王病了，让他探病去。这不妥吧？有什么不妥？我觉得甚是妥当。老鲍，我说耳朵啊，你可不知道，十七郎昨天晚上拉着我巡营巡了半夜，今晨3更又把我叫起来，非让我陪着他练剑。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不想过了。你不去下药，我去下药。老鲍，这样不行，万一……什么万一啊？他再不病2天，我就先疯了。他还是病2天吧，要不然我真疯了。老鲍，老鲍。这个做个记号，掐过的是有药的，没掐过的是没药的，掐过的是有药的，没掐过是没药的。十七郎，十七郎，练了半晌剑，饿了吧？我让厨房新做的，来，先吃点吧。厨房怎么会做这种西点？孙进的厨子不是还活着吗？我让他做的呀，是他手艺。哎，你看这点心，做的又精巧又好看，尝尝吧。哎，你看，好吃。好吃。好吃吧？确实好吃。好吃吧？怎么了，老鲍？不舒服了？哇，味道真好啊！咱们是兄弟，你居然坑我！老鲍，老鲍，投毒这种事情，我可是斥候出身，你居然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！你天天拉着我起3更睡5更，不是练剑就是练枪，你居然还要换让我吃这个下药的点心！哎呦，我要跟你绝交！我要跟你绝交！哎呦！公子，真的要对校尉不利吗？这种毒药，接收人只肯给咱们1份，说是他们金属最珍贵的秘药，只要吃下去之后并无中毒之兆，如同生了重病一般，连最好的大夫也看不出来。若是不得解药的话，数日之后便会殒命。阿莹若不出事，李逆就不会乱；李逆不乱，就更无法杀了李逆，也无法劫走阿莹。去吧，小心行事。是。小姐，怎么了？我看看。早上起来就不舒服，现在头疼得很厉害。这么凉，肯定是发热了。
原来是犯人。哎呦！老爸，怎么退步这么多啊？我以前就打不过你。再说了，我拉肚子拉了好几天了，人都虚脱了，你也不手下留情。哎呦！你这还来真了你这石七郎，石七郎，什么事？桃子来了，他说有急事要找你。不见。石七郎，他有急事啊。他能有什么急事？要是军中的事，就让他写了文书送到我们军中去。齐王殿下身为盟友，难道要见死不救吗？放开！齐王，什么事？我们家校尉病了，病得很严重。你们家校尉病了，你去找大夫，找我做什么？我自幼就给校尉号脉，深知他的体质。这一次真的病得太奇怪了，先是突然高烧不退，我给他施针喂药，都没有任何的效果。今天校尉已经昏睡不醒了。殿下，您快去看看他吧，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重病。你都看不好，那就更应该找大夫。你，齐王真是铁石心肠。旁的不说，我们崔家军总是镇西军的盟友吧？便是看在盟军之情，你也不能如此对待。你这是豪狠的心。石七，桃子，桃子，我说你啊，怎么这么狠心啊？少在这里装模作样了，我还不知道你们玩什么花招吗？刚开始想让我生病，眼见不成，只好让他去生病，是吧？这次真的跟我没关系，我发誓。还是去看看吧，万一他真的病了。小姐，你一定要挺住，我已经命人骑了快马，去报知大将军了，他一定会很快赶来的，你一定要挺住，小姐。石七郎，是我。月明星稀，如此良夜。哈哈，石七郎，走，一起巡营去。你最近不天天嚷嚷着要睡觉，让你巡营各种推脱不去，怎么今天这么主动？哎呀，今天晚上不一样，我精神抖擞啊，我陪你去巡营啊，免得你干别的事情。我干什么别的事情了？哈哈，不干别的事情，那再好不过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我今晚就陪你一个通宵，到某正点兵。走吧，走走走走走，今天晚上咱们就把每一个角落仔仔细细的给他巡个遍。小姐，小姐，桃子，桃子，药好了。这是我按你的吩咐去附近大集镇药铺买的药材，然后我亲自蹲在炉子边看着熬的，时辰一点也没错。小姐，药来了，小姐，药给我。小姐，药来了，喝了就好了。 ”
小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张开嘴巴，咱们喝了药就好了。小姐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，你喝口药吧，小姐。小姐，桃子，我这就去叫17郎。这一次我就是拖也要把他拖过来。你别去，他就是个薄情寡性的人，你让他来做什么？不是的，他一定不知道和校尉病成这样。17郎不是这样子的人。你在这儿帮我守着小姐，我现在去传令3军，严加防备。他现在病成这个样子，绝不能让外人知道，有机可乘。好。对了，等我回来以后，你就先走吧，以免误了军中典卯。不，我就在这里陪着你。你是镇西军中的人，万一大将军回来，看见小姐这个样子，我怕他会杀了你。公子，怎么样？秦王还是没有出来。真是没有想到啊，李密居然是如此薄情寡义之人。阿英果然是看错了他。公子，校尉已经毒发3天了，今夜若是不服解药的话，等到天亮，即使服了药也会有所寿元。再等等。哎，17郎，别走啊！这才4更呢，回去那么早做什么呀？所有营地都巡完了，不走留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再巡一遍啊！不都说好了吗？我陪你到天明啊！我还有事。什么事儿啊？这经理派来的信我都还没看呢。哎呀，明天看不就完了吗？又不是什么急事儿。那我要睡觉去。哎，你前几天每天晚上怎么教训我的？不困，咱不困。你今天就是故意的是吧？哈哈哈，还真让你说对了，我就是故意的。行，那我们继续啊。继续，走，走，走。哼，拦不住我了吧？公子，天快亮了。真是没想到，阿英如此聪颖，却所托非人。崔家军今夜已经加强了戒备，如果等到天亮，只怕入帐不易。这解药，去吧，先给阿英服下解药。是。桃子，秦王殿下来做什么？你们家校尉真的生病了吗？我们家校尉好得很，不劳殿下挂心了。他是不是真的生病了？当然没有了。殿下放尊重些，这是我们崔家军的营地。殿下要是再这样，我就要命人将殿下逐出去了。桃子，你和谁在外面说话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慢点。来，我看看。我没事儿，把你急坏了吧？我真的很担心。哎呀，你真的生病了？你哪里不舒服？现在好一些了吗？秦王请自重，只是小疾，不劳秦王费心了。桃子，
哎，你先出去一下吧，我有些话我想对秦王说。小姐，你才刚醒过来，我在这儿陪你吧。没事，放心吧。去吧。阿莹，你心中恼恨我诓骗你，这些天我也想了许多。即便是重来一回，我还是会那样做。我不后悔自己的做法，因为我认为，无论是真太孙还是假太孙，都不值得你拿自己的命去换。你现在病了，我们不要说这些了。前日我发高热、昏昏沉沉的时候，心里盼着你能来看我。人在生病的时候，总是很脆弱。我自幼丧母，身边也没有几个亲人。如今除了父亲，也就是你待我最亲了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倘若你能来看我，那就证明我在你心里还是要比很多其他事、其他人要重要的。如果你来了，纵然生气，但是我可以把事情跟你分说清楚，这样下一次你也能明白我的心思。但是你没来，我知道你还是恼恨我的。我没有恼恨你，在我心里，你比任何一个人都重要。殿下就不要说这些昧着良心的话了。那我也跟你说几句我的心里话。我想告诉你，什么秦王，什么元帅，我都不稀罕。我只想完成萧妃娘娘的托付，然后再和你一起回到老兰关，去看天高云淡。石七郎，但是你回不去了。你的父亲是当今的天子，孙敬已死，天下大定。你的两位兄长就像豺狼虎豹一样，你放心把天下交到他们两人手中吗？我说过了，救回太孙，我会力劝陛下立太孙为储君。太孙今年才几岁？太孙年幼，资质如何，天分如何？如果等他长大了是一个庸才，又如何能执掌天下呢？太孙是天下正统，理应继承皇位。况且他天资颇佳，也会有无数能臣辅佐他，日后必成大器。你认为你的两个哥哥会让太孙活到成年吗？你说来说去，你就是觉得我应该去成这个储位。没错，因为我认为你才是适合成为这个天下之主的人。你宽厚仁慈，心怀天下，你会怜悯百姓，你军功赫赫又善于掌兵，国朝两都是你收复的，天下叛乱也是你平定的。如果立你为太子，那朝中的大臣是不会反对的，朝中没了纷争，百姓也能过上好日子。石七郎，你会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好君主。如果将来你继位做皇帝，那未来的几十年都将是太平盛世。人各有志，有的人想权倾天下，
我只想信守承诺，等天下太平，和你一起去劳兰关戍卫边疆。倘若我不愿意跟你回劳兰关，